当临床医生顾念再次醒来时，发现自己穿越到华国80年代，还成为被迫下乡的小可怜。前有为保住地位的狠心亲妈，后有嚣张跋扈的恶毒继姐。顾念表示，下乡就下乡呗，先在亲妈手里骗到钱票，反手将继姐送去西北吃沙子。本以为以后的日子只要稳住不浪，坐等回城，从此走上人生巅峰。结果在下乡途中，竟意外发现自己穿进一本书中，还是书中给女主送空间的早死小炮灰。顾念再次醒来时，入目的是一片斑驳的墙壁，以及稍微翻身就会滋滋作响的床板。什么情况啊？我不是在医院加班吗？顾念顶着晕乎乎的脑袋，从木板床上爬起，推开房门，就见一个中年妇女一脸惊讶地看着他。那中年妇女红了眼圈，随即冲过去，用手拍打着顾念，撕心裂肺地叫喊道：“你这个死丫头，你是要做什么呀？非要闹到这个家散了，你才开心是不是？”见顾念毫无反应，那中年妇女又狠狠地拍着他的胳膊，狠狠地道：“你真狠，是不是要我陪你去死，你才满意？还敢投河？我养你这么大，跟你那死鬼爹一样，一点良心都没有。”此刻的顾念也很茫然，这是什么情况？或许是站的时间有些久了，他感觉一阵头晕目眩，随即身体一软，倒了下去。顾母见状，也顾不得叫骂，只得赶忙跑出去喊人，将顾念送去医院。躺在医院的病床上，顾念忙着接受这具身体的记忆。原主也叫顾念，今年17岁，刚刚高中毕业的小姑娘。在7岁以前，小姑娘还是一个开朗自信的孩子。这样幸福的日子，在她7岁那年戛然而止。顾父在炼钢任务中一时失神，操作失误，跌入炉中，尸骨无存。由于顾父属于工作失误，导致身亡，不在因公牺牲范围内，因此没有抚恤金，甚至连顾府的工作都不能留给子女。顾母得到丈夫的死讯后，则是终日恍惚，不敢置信，三番两次去厂里哭闹。厂领导也被烦得不行，考虑到他们孤儿寡母，实在困难，索性给了顾母一个食堂临时工的岗位。靠着微薄的工资，顾母带着小姑娘艰难度日。直到1975年末，顾母的初恋蒋大海从部队转业回钢铁厂任职。彼时的蒋大海也是丧偶，还带着2个孩子，二人重逢，再续前缘，从此原生顾念就多了哥哥姐姐。这段重组婚姻给顾母带来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在蒋大海的操作下，不仅得到转正名额，还调去了更轻松体面的厂档案室工作。得到好处的顾母对蒋大海更为殷勤，对继子蒋卫国和继女蒋娇娇也是视作己出，不仅时常告诫小姑娘要忍让，甚至为了能在这个家里立足，不顾自己的身体，硬是拼着命给蒋大海又生了个儿子蒋卫民。原主的处境并没有因为这个血脉相连的弟弟降生有所改变，反而仅存的母爱也没有了。母亲的注意力大多都在弟弟身上，而继姐蒋娇娇又是个霸道的性子，时常欺负小姑娘。她开始也会向顾母告状，等来的只是一句要懂事，要让着姐姐。久而久之，小姑娘再也没多说过什么，只是想着等长大了就能离开这个家了。越发沉默寡言的小姑娘渐渐变成了顾母眼中老实懂事的孩子，仿佛是在看一部连续剧。顾念躺在病床上闭着眼，默默地接收着小姑娘的记忆影像。医生啊，这孩子什么时候能醒啊？应该一会就能醒过来了，不过患者肺部还有些炎症，给你们开点消炎药，记得按时服用，平时多给患者做些有营养的，好好养一养，不然以后怕是会留下病根。知道了，医生，那会不会影响结婚生孩子呀？顾母凄凄哀哀地问道。躺在床上假寐的顾念心里冷笑，看来不只想让原主替继你下乡，还想给原主卖个好价格呀。医生也有些无语，这话怎么听得这么怪，命都快没了，还想着结婚的事。要是留下病根，什么都会有影响。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想着刚才医生的奇怪眼神，顾母也有些生气。都是你这个死丫头，一天天就给我找麻烦。哎，看来今天来不及给卫民做饭了。顾母的絮絮叨叨令本就头痛的顾念太阳穴直突突，缓缓睁开眼睛。谁？听见顾念说话，顾母伸手将一旁的水递了过来。好些了没？好了，我们赶紧出院，还没给你弟弟做饭呢。水喝完了就说吧，为什么跳河？谁说我跳河了？我是不小心掉进去的。
你这点小伎俩能瞒过谁？我已经听周围的人说了，就是你自己跳的。顾母见顾念低着头不说话，语气强硬的道：“你爹以为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你学校那个刘三金？我早就听娇娇说了，你喜欢人家，人家没看上你，你怎么能这么不要脸？我送你去读高中，是让你去搞破鞋的吗？”刘三金是谁？听顾母这话，应该是小姑娘喜欢的人呀。可是她怎么没在记忆画面里看见这个人？之前蒋娇娇在家里闹得太狠了，左右邻居看了不少笑话，后来用绝食相逼。本来她也不舍得顾念下乡，可是为了家庭的和谐，为了主任夫人的地位，她也是没办法。你这次掉河里，周围邻居都知道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总归是有些丢人的。我想了个办法，趁着现在下乡的时机，不如你出去避避风头，这样也成全了家里，你蒋叔叔也会感激你的。看着在一旁自说自话的顾母，顾念心里感到有些好笑，装什么慈母？我不去，别人爱怎么看怎么看呗，我又不在乎。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总之，我已经给你报完名了，你就全当报答你蒋叔叔的养育之恩吧。为什么？对待能让他过好日子的蒋父是万般温柔小意，对待叛逆的继子继女也是千般讨好，对能让他在家里立住脚的蒋小弟更是百般疼爱，唯有对他没用的顾念毫无慈母之心。见顾念沉默着不说话，顾母以为顾念像以往一样服软了。这么多年，你也知道妈妈在这个家的处境也不好，你就算是为了妈妈，好不好？你放心，你亲妈能害你吗？让你下乡只是缓兵之计，现在街道逼得紧，等过2年政策宽松了，就把我的工作给你，到时候你回来，年纪刚好又有工作，肯定能找个好人家。说完，还煞有其事地摸了摸并不存在的眼泪，一副慈母的样子。顾念心里不禁冷笑，要不是看透了顾母是个什么样的人，还真容易被他的鬼话给糊弄住。顾念明白，此时不能冲突，户口本还在顾母手中，只得轻轻点了点头。见他终于同意，顾母悬着的心放下。小念，我看你也没什么事了，你弟弟还没吃饭呢，要不我们就先出院，回家休养也是一样，到家还可以做些好吃的，给你补一补。母女2人大包小裹地往钢铁厂家属院走去。这年代住房紧张，一条胡同内往往住着几十户人家，家家基本上都将厨房放在了外面。在顾母的带领下，顾念回到了蒋家。回来时并没有看见继父和弟弟，索性自己回了屋，就看见蒋娇娇已经在床上躺着了。见顾念病恹恹地走进来，蒋娇娇不屑地撇嘴嘲讽：“哟，看这是谁回来了？你看这命运多有意思，有些人跳河都死不成。不过也好，正好替我去下乡，做一辈子泥腿子，不也挺好？你说是吧？要是没了我，也不知道谁会当泥腿子，总归不是大哥，更不可能是小弟，你说对吧？那又如何？你不是没死吗？跳了次河，还长了点脾气，挺有意思。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东西，一个拖油瓶，还敢跟我这么说话？要不是有我爸，你们娘俩早就饿死了。怎么？你以为我不敢死？蒋娇娇，你最好搞清楚了，现在最应该害怕我死的人就是你，要不然你去下乡。你……蒋娇娇有些哑然，她明白顾念说的一点没错。知道顾念投河的时候，她害怕极了，她太清楚了，大哥是长子，不可能下乡，小弟才10岁，更不可能了。如果顾念死了，就只能是他。不过还好，蒋娇娇没了继续说话的欲望，随即哼了一声，翻过身，面朝墙面，继续躺着。将从医院带回的衣服简单收拾一下，顾念就躺在床上休息了。他现在这具身体虽然没有大毛病，但是落水后虚弱得很，养好身体，他才好办大事。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的顾念，不知不觉中迷迷糊糊地昏睡过去。第2天早上，家里除了顾母，其他人都不在家，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就连蒋娇娇也躲了出去，估计也是懒得看见顾念。这对他来说可太妙了，一个人都不留才好呢，他才不耐烦应付这些人。见顾念倚着门框发呆，顾母一脸不耐烦：“愣着干什么？赶紧过来吃饭，专门给你做的营养餐。”顾念看着面前的营养餐，是一碗普通的小米粥和一颗水煮蛋，要是硬说营养也没什么毛病。虽然前世的顾念没少吃山珍海味，但是这具身体可是常年亏空状态，一个白水煮蛋都能让这具身体本能地分泌出唾液。浅尝了一小口，嚯，好好吃呀！米粥粘稠细腻，香甜可口。这一口顾念吃愣了神，不得不说，和前世里吃到的完全不是一个味道。看着呆愣愣的自家闺女，
顾母没忍住翻了个白眼。你能不能不要做出一副没吃过的样子，让外人看见了还得以为我虐待你呢？顾念没吱声，自顾自的大口吃着。不过昨天在医院有个事，你说的对，你确实是不小心掉进河里的，要是有人问你就这么说，懂吗？顾念瞬间就明白顾母什么意思，怕别人误会他是害怕下乡才跳的河。不过正合他意，既然已经决定下乡了，就不能在自己的履历上留下任何污点。顾母见他没说话，不禁恼怒地拍了拍桌子。这闺女怎么回事？动不动就愣神，原来就不聪明，这下更傻了吧唧的了。为了你，我请了2天假，昨天已经用完1天，就剩今天。你蒋叔叔知道你下乡，让我多给你准备吃的用的，看看蒋叔叔对你多好，你要知道感恩，明白吗？顾母见该说的话都说完了，拿起钥匙就要往外走去。你去哪呀？你也没什么事了，今天正好你弟弟学校家长会，本来想着让你蒋叔叔请假去一趟，这样一看我去正好。虽然顾念对顾母不抱任何期望，但听见顾母这么说，还是一阵心凉。你把户口本给我，我去街道领下乡补助。对呀，你不说我差点忘了，等着，我去给你拿户口本。说着又往他和顾府的屋子里走去，翻找了好半天，将户口本递给了顾念，并嘱咐道：户口本别弄丢了，补办很麻烦的。说完便头也不回地走了。顾念坐在餐桌旁，慢条斯理地吃完早饭，将碗筷放到水管下冲洗干净，放回橱柜中。干完这些，顾念才拿着户口本就往门外走去。他不着急领下乡补贴，得先处理工作的事。刚走出胡同，就被周边的左邻右舍围住了。我的乖乖呀，念丫头，你身体好些了吗？下次可不能这样。到底因为什么呀？一个好事的大妈好奇地问。顾念装作怯懦的尴尬笑笑，学着原身乖巧的样子。没什么，我是不小心掉到水里的，和娇娇无关。你是个好孩子，大家都知道，是不是蒋娇娇又吓唬你了？住在蒋家隔壁的大婶显然知道些情况，义愤填膺的道。旁边围观的众人见他知道情况，不禁将他围住。见自己成为了焦点人物，那大婶更得意了，绘声绘色的讲了起来。蒋娇娇那个丫头太娇惯了，成天为了不下乡的事在家闹呢，听说还在绝食。他爸妈不管吗？一个不明所以的大妈满脸好奇。管啥管，当后妈的上杆子讨好还来不及呢。邻居大婶一脸不屑，没自己什么事。顾念刚要走，迎面撞上了要去买粮的前街的胖婶。念丫头啊，不是胖婶说你为了不下乡就敢投河，你这样的容易把周边女娃娃带坏了。女人意味深长地说着，众人一阵沉默，像是在看傻子的眼神看着胖婶，看得他毛毛的，气势有所下降的道：难道我说的不对吗？看，不管什么年代，都少不了搅屎棍。还没等顾念回答，讲到精彩处被打断的隔壁大婶先不乐意了。赵桂花，你这耳朵是摆设吗？跟人家念丫头有啥关系？周围听全了的大妈们也是纷纷疑惑地看着胖婶。都是左邻右舍的，谁不知道念丫头啥性子？赵桂花，你可不能乱说呀。就是，可不能欺负人家老实孩子。众人的指责令胖婶微微有些脸红，心里更气了，口不择言地喊道：一个丫头片子，谁管她死不死的，就怕有样学样，我家春芬还要下乡呢。听见赵桂花这话，周围的大妈都震惊了。你家春秀不是下乡了吗？咋春芬还要下呀？看着周边人用震惊的眼光看着自己，赵桂花也发现了自己说错了话，色厉内荏地喊道：要你管！说完头也不回地跑了。大家震惊过后，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议论纷纷。赵桂花可真心狠呐，那春芬才多大呀，就给送乡下去。春芬刚从旧家回来吧，这赵桂花连自己闺女都容不下，肯定是为了家里节省点零食。哪有这么狠的妈？顾念见围观众人的注意力也不在他的身上，赶忙悄悄地离开，往市供销社跑去。顾念凭着记忆，轻车熟路地来到供销社2楼人事部。你好，请问人事科王科长在吗？王科长在隔壁那屋。顾念点头道谢后，往隔壁那屋走去。你是那个？王科长您好，我是这批新考上的售货员顾念。对，顾念同志，你看我到嘴边的话就忘了，怎么今天就过来了？发成绩时不是通知下个月1号吗？王科长，这个工作我想卖掉，但是没有合适的人，您能不能帮我这个忙？王科长被顾念的话惊到了。这小姑娘好端端的，怎么会想着卖掉得之不易的工作？想到这，王科长不禁站了起来，激动地问道：你想好了？不后悔？不后悔，不过价钱不能低了，毕竟售货员是好岗位。
你放心，这方面我绝对不能让你吃亏。你在这等会，我去打个电话。说完，王科长头也不回地冲了出去，那背影都透露出了急躁。顾念倒是不担心岗位卖不出去，毕竟这是金不换的售货员，但是他很急，户口本就今天能拿出来，过了今天就没理由再要了。王科长的效率还是很高的，没多一会儿就领过来一对母女，穿着句式很洋气，看起来都是高档货，这肯定不差钱。王科长充当中间人，率先开口：顾念，这位女同志想为孩子买你的工作，1000块钱，30斤粮票，2张工业票，你看行吗？这个价钱还是很公道的，可以，但是票必须是全国票。见两方都没有意见，王科长就开始办事了。看过双方户口本，将录用名字改成李文文，又补发了一张通知书，就这么简单的搞定了。顾念接过钱票，交易完成，没再多说什么，告辞离开。他步履匆匆地往街道走去，到街道的时候已接近中午，许多办公人员都去吃饭了。同志你好，我来领取下乡知青补贴。叫什么名字？怎么才过来？我叫顾念，我前段时间生病了，这才刚好就赶忙过来了，想问问我分到了哪里。在辽省兴县下面的振兴公社，具体分到哪个村儿，人家公社说了算，咱们这边就不知道了。那是个很冷的地方，看来得多准备些棉花。将户口本给我。领导，我姐蒋娇娇也是进步青年，想要响应党的号召，报名上山下乡，但是因为我的病耽误了报名时间，您看。听见顾念的话，街道的女同志眼睛都亮了，这个好呀，雪中送炭，她正愁下乡任务没完成呢。没问题，组织上会帮助所有想要进步的知识青年。不过你们这批地方已经定了，他只能下一批。不过我会尽量给你2分的进些。不用的，同志，我姐姐受不住寒冷，她不适合东北，我觉得大西北更适合她，气候干燥，适合她服务人民。蒋娇娇最适合去西北吃沙子，我才不想和蒋娇娇继续搅和呢。那下乡补贴你一起帮领走吗？还是他本人过来？我帮他拿走，车票过段时间他自己会来取得，要是他忘记了，就得麻烦街道同志给送到家里去。那女同志点点头，将街道统一发放的2个印着为人民服务的饭盒和100块钱递了过来，还有一张车票。辽省那边冷，多准备些厚实的衣服。哎，知道了，同志，谢谢您的提醒。顾念到家的时候，家里一个人没有，他将1100块钱和全国票用报纸仔仔细细的包好，把高中语文课本掏了个洞，将钱放进书内。蒋娇娇不爱学习，是绝对不会翻他书的。接下来的几天，顾念都没有出门。时间飞快的流逝，转眼间就到了顾念下乡的日子。顾母给顾念准备了不少东西，除了家里的被褥、顾念原来的衣服，还给顾念准备了新蚊帐、锁头、补衣服的针线和布料，又买了新的月事带、牙膏、牙刷、肥皂、几刀卫生纸，以及各种耐放的饼干和糖。蒋大哥也许是知道了顾念替蒋娇娇下乡得势，多少有些愧疚，从部队特意赶回来送顾念一个行军服和一卷军绿色的布，整整装了2大包，才将田苗行李装下。因为是上午10点的火车，一家人只有顾母请了假来送顾念。一路上，两人皆是沉默不语。顾母是不知道要跟这个常年被自己忽视的女儿说什么，顾念则是没什么好说的。今天是统一下乡的日子，车站站台上大多都是要下乡的知青。等顾母和顾念到的时候，距离发车还有一段时间。周围人有的在站台上说话，有的相拥而泣，也不知是被周围的气氛感染了，还是不想放飞这个听话的女儿。顾母的眼圈也渐渐红了，眼中泛起泪光，喃喃地嘱咐道：你在乡下好好的，干活不要死乞白赖。灰色包裹里的被子，里面我做了个夹层，你到地方了好好摸摸，把里面的钱和票收好，记得来信报平安。听着顾母的絮叨，顾念心里有点腻歪，只轻轻地嗯了一声。正当场面马上要尬住，喇叭声传来：下乡的知青同志们要发车了，抓紧时间，赶快上车。听见喊话，站台上的人一股脑地涌向火车。顾念感觉自己是被人流挤进的车厢，顺着车厢往里面走。田苗很幸运地找到了一个靠过道的位置坐下。这时火车已经缓慢行驶着，他歪头向外面看去，仿佛看见顾母嘴里在说着什么，但是已经听不清了。顾念旁边坐着一个黑瘦的女孩，对面则是男女并排而坐，斜对面男同志大概20左右，长相俊朗，脸上始终带着温柔的笑意，同旁边的女孩低声交谈着。顾念正对面的女孩皮肤细嫩光滑，一双亮晶晶的双眸灿若繁星，微微笑起来更是动人。许是感受到顾念的目光，对着他微微一笑道：同志你好，我叫李木然，首都人，是去往辽省插队的知青。这是赵飞扬，我同学，跟我一起的。赵飞扬没有说话，只是微微点头示意。
你们好，我叫顾念，北省秦氏人，也是去辽省那边的知青。一起坐着的其他3个人都介绍了自己。坐在顾念旁边那个黑瘦的小姑娘微微抬头，小声道：“你们好，我叫程春芬，也是去辽省的。”顾念见那黑瘦的小姑娘长得倒是不难看，就是看起来有些营养不良。咦，怎么突然觉得这些名字这么耳熟？李木然、赵飞扬、程春芬，这不是我前世看的一本小说人物名字吗？书中大概讲的是女主李木然的一生，先是在下乡途中得到空间，下乡后与同是知青的红3代男主许志远相爱，后女主高考失利，在男主家庭施压下被迫与男主分开，女主远赴身世，利用空间起家，成为全国知名企业家，最后与男主重逢，解除误会，破镜重圆。本以为自己拿的是穿越女主剧本，结果到此刻才发现自己可能是穿书女N号。程春芬在听见顾念介绍自己秦氏人时，就想张嘴问2句，只不过有些不好意思。转念一想，出门在外遇见老乡不容易，还是鼓足勇气，用手轻轻地拍了拍顾念的胳膊。同志，我们是老乡，我家住在秦氏钢铁厂家属楼，你呢？我也住在钢铁厂家属楼，我爸叫蒋大海，我怎么没见过你呀？听见顾念这么说，对面的小姑娘明显露出惊喜的笑容，一脸激动道：“你是钢铁厂蒋主任家的顾念姐。顾念姐，我是程老根家的春芬啊。我妈是赵桂花，大家都叫她胖婶儿，你想起来了吗？”啊，你是胖婶家的春芬呀，你变化好大啊，我都没认出来你。顾念姐，你哪能认出我来？我都好几年没回去过了，这些年一直住在乡下舅家，帮舅妈带孩子。真没想到咱们能在一个车厢。是啊，早知道顾念姐你也去辽省，我应该先回趟家，这样还能一起出发。顾念和程春芬2个人年纪相差不大，又是一个地方来的，很快的熟悉起来，叽叽喳喳的聊了许久。直到夜幕降临，2个人都很疲惫，靠着椅背闭目休息。书中的程春芬和女主也是在火车上认识的，在火车上和春芬聊得叽叽喳喳的是原书女主李木然，在李木然的刻意拉拢下，她和程春芬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程春芬的命运也注定了要在乡下任劳任怨的帮女主干活，要不然女主一个城市长大的女孩，还没有家里的支持，怎么可能在村里赚够口粮养活自己？突然她灵光一闪，原来顾念根本没在原著正章里出现过。对于顾念的描述是在番外，她是原著女主李木然回忆里那个因为难产早亡的好朋友念念。她这算什么？比炮灰还炮灰，唯一的出场就是给送金手指。完了完了，问题大了，我竟然是给女主送空间的好朋友。她虽然知道原书主线剧情，但有关自己的剧情只是寥寥几句，就知道是在乡下难产而亡，对象是谁，因何难产，全没交代过呀。原书中女主的2个好朋友都起到了前期推动剧情发展的主要作用，程春芬是帮女主活着，顾念是给女主送空间，帮女主精彩的活着。啊，对，空间啊，原著描述过，女主李木然从她那里借走了一个雕花木牌，觉得样子独特，也想雕个类似的。这个木牌是原身亲爸不知道在哪淘的，但因为是亲爸送的，原身一直很珍惜，时常带在身上。带在身上啊！想到这，顾念眯着眼睛环顾四周，见没人注意到他，悄悄地在身上一阵摸索，果然在胸口附近摸到了一个木质的东西。强掩住内心的激动，轻手轻脚地朝着厕所走去。空间，爸爸来了！克制住有些激动的心情，顾念走进厕所，麻利地将门反锁上，轻轻地从里衣的兜里翻出了一个样式精巧、雕花独特的木牌，木牌还散发着淡淡的清香。果然还在。他悬着的心渐渐落了下来。想着滴血认主的万能定律，顾念狠了狠心，学着电视剧里常用的做法，将嘴唇咬破，嘶，真疼！将那一点点血抹在木牌上，然后毫无反应。哎，怎么回事？不是女主就不行？没等顾念反应，一阵眩晕后，他手举着木牌出现在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入眼的是一处正正方方的空间，地面也不是那种能种植的土地。系统，你在吗？传来的只有一阵回声。果然，作为小炮灰，不配拥有更高级的金手指。当他沉浸在研究空间的时候，厕所门被开得咣咣直响，只听见一个中年妇女的声音传来：“里面的人上完没？住里面了呀。”还好在空间里能听见外面的响声，他连忙整理好衣服，掩饰住激动，低声喊道：“好了。”说着推门走了出去。等他回到座位的时候，大家都醒了，可能是火车上睡觉不舒服，大家谁也没睡实。时间飞逝，转眼间进入辽省的地界新县。下车后的众人深深呼出了一口浊气，一扫车上的疲惫，饶有兴致地打量起周围来。下车的知青们随着人流走向了汽车售票站，
拿着介绍信买到各个公社的票。等坐上客车的时候，顾念才是真的欲哭无泪。本以为火车就够难熬了，结果这个客车更让他长了见识。小小的车厢内早就挤满了一车人，行李堆了一地，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满车的汽油味，加上颠簸不堪的道路，让顾念胃里一阵翻江倒海。还好从县城到各个公社的路途不长，再多站一会，他都得吐在车上。在振兴公社下车后，顾念看着周围其他知青，均是脸色蜡黄，看上去像是遭了大罪的样子。尽管再不是，该走的还是得走。就这样，边打听边走，几个人来到当地知情办。他们几个算来晚的，知青办同志已经在念名单了。罗勒铺村、赵家村、张沈村、赵飞扬、李木然、程春芬、顾念。沈村的村长沈大富是一个看上去50岁上下的瘦干老头。娃子们，快把行李放在牛车上。那牛车上已经堆了些农具，再放上众人的行李，根本没有坐的地方。村长，这也坐不下啊！我一个男同志倒是没事，可是这几个女同志……咱们村不像你们城里，咱村就这一头牛，你们几个娃子克服一下困难，走一会儿就到了。见状，众人也没办法，只能将行李放在牛车上，跟在村长身后，步伐沉重地向张沈村走去。走到村里时，已经是晚上6点。这个时候，家家户户都已下工，在家准备吃晚饭，所以村路上并没有什么人。村长将他们4人送到了村委的知青点，跟知青点负责人许志远嘱咐2句就离开了。所谓知青点，其实就是个带院的农村土坯房。推开土房大门，直接入目就是厨房，放着一张木桌，堆着知青们的粮食和一些锅碗瓢盆。见夜色渐浓，许志远只好匆匆嘱咐了他们3个女知青几句，就带着赵飞扬回屋了。顾念他们3个敲门进屋后，第一眼看见的便是张3米3左右的农村土炕，3人面面相觑，提着行李无处下手。看见他们神色难看，一个长相微黑、穿着朴实的女知青笑了笑：“快把东西放下吧，今天太晚了，你们简单收拾一下，先休息吧。”另外2个女知青没说话，只是坐在炕上默默观察他们3个。还好这个炕够大，堪堪够住下他们6个人。李木然是最先反应过来的，笑笑点点头，将手里的铺盖直接放在炕上。因为女主不喜欢被夹在中间，首先把被褥放到了炕梢。顾念倒是无所谓，毕竟等到了冬天，炕梢不暖和，越是靠近炕头越暖和，所以就由他挨着老知青程春芬睡在他和李木然中间。就这样草草收拾后，3人也纷纷上炕准备睡觉，躺在床上没一会儿就睡着了，睡到日上3竿，顾念方才醒来。旁边2人还未醒，老知青们也都去上工了，索性就赖在炕上犯懒。原身是难产而死，要想逃过死亡剧情，首先不能在乡下结婚，最好恋爱都不谈。距离高考还有3年，还是得抽个时间去县里找找书本，早做准备。躺在床上的顾念左思右想，想来想去，还是打算爬起来，先收拾收拾一下东西。旁边的程春芬和李木然紧接着醒来，看见顾念在收拾，2人也飞快地穿起衣服来。快到晌午时分，老知青也纷纷下工回来吃饭。头一个进屋的是昨晚没说话的2个女知青当中的一个，看了看厨房内的冷锅冷灶，啪的一声把锅盖狠狠地砸在铁锅上，面带不悦的神色冲进屋来，对着叠衣服的3人喊道：“你们3个怎么回事？既然不上工，不知道要做午饭吗？”3人面面相觑，一时竟忘了回答。顾念心里暗道：剧情开始了。这段剧情是女主刚到第2天，老知青见女主李木然长得好看，穿得破旧，故意给女主的下马威，李木然没搭理，老知青误以为她怕了，乘胜追击，被女主啪啪打脸。果然是李木然最先反应过来，只是默默低头，继续叠起了自己的衣服，像是没听到一样。你还不赶快去把饭做了？不上工也不知道做饭，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资本家的小姐呢。李木然听完这话也是脸色一变。首先，我们第1天来，没人通知我们要做饭。其次，今天我们不上工，是村长同意的。你有任何意见去找村长，不要在这唧唧歪歪。最后，我希望你说话注意点，我家都是工人阶级，你这是属于污蔑。再让我听到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我就去知青办，请领导做主。李木然噼里啪啦的一顿输出，令赵小燕有些慌了。在村里吵架就吵架，谁会没事就去知青办找领导？但也怕新来的真去公社告状，只得重重的哼了一声，跑去厨房烧火做饭了。果然，女主战斗力还是杠杠的。我这是肯定不会和女主做什么好朋友，女主就是麻烦体，冲突吸引器。她只想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只要女主不来惹她，她肯定是敬而远之。没过一会儿，许志远和另一位高大健硕的男知青2人将大队借给他们口粮扛了回来。因为他们刚来，还没上工，粮食没他们的份，这些口粮算大队先借给他们几个，年底用工分顶，不够再添钱。新来的几人各自接过自己的口粮，打上独特的标记，好方便区分。
顾念打开粮食袋，心凉了半截。队里分的粮食都是粗粮，虽说粗粮是个好东西，熬粥省粮不说，还抗饿，但是顾念还是想吃白米饭和白面馒头。无视女知青间的暗流涌动，许志远热情地招呼着众人围坐在一起。现在是农忙的时候，可能没机会给新来的同志开欢迎会了，所以趁着中午人权，大家互相认识一下。我先来，新来的几位知青昨天应该全见过我，我是许志远，首都人，目前是咱们知青点的负责人，大家有啥事都可以来找我。看着对面的几个女生，又说道：你们女生要是觉得有些事同我说不方便，可以去找沈英。沈英，咱们这最老的前辈，对周边和村里都熟悉。沈英就是昨晚先开口说话的女同志。一番介绍后，顾念摸清了知青点大致的情况。老知青一共6人，3男3女。右手边第一位是知青点负责人许志远，红三代，也就是原书男主，有着雕刻般完美的五官，长相极为硬朗。书中描述男主为人正派，做事公正，待人热情，将知青点管理得井井有条，深得村长和大队长的信任。右手边第二位是身材高大的蒋晴，也是帮忙搬粮食的那位知青卢省人，一看就知道是个干活的好手，因为在原书中和女主没有感情纠纷，因此书中并没有多少笔墨来讲他这个人。右手边第三位是个看起来憨厚老实的男人杜伟国，如果没记错，这个也是个狠人啊，不仅不像看起来那么憨厚，还是个心机颇深的渣男。原书中这个杜伟国本来对女主有些想法，殷勤了一段时间后，听说村里有个工农兵大学生名额，不知使了什么手段，将村长家的小闺女搞到了手，得到了上大学的名额，毕业后更是抛弃妻女，妥妥的渣男啊。女知青这边左侧第一个就是好大姐沈英，卢省人，看上去大大咧咧的，没什么心眼儿。现在的她应该正偷摸儿的和蒋晴处对象，知青点所有人都不知道，众人都以为他俩是老乡，才互相帮扶的。左侧的第二位就是刚才跟女主走了一遍剧情的赵小燕，是个香妹子，性子和口味非常一致，很泼辣的那种。别看她第一个给女主下马威的人，全知青点最单纯的就是她。最后一位，这个才是真正的人才，孙甜甜，广式人小白花恶毒女配，也是原著中女主的劲敌。表面温温柔柔的，喜欢男主许志远，暗地里没少给女主下绊子。要不是女主有光环，说不准谁能笑到最后。接下来就是他们新来的4个知青，日后的生活要热闹了。见众人介绍完毕，许志远将话题转到了今天的重点。现在咱们知青点就一口锅，煮饭煮菜都用这个，所以大家现在一起吃吧，2人一组轮流做饭。见没人反对，又继续道：要是没有意见，我让沈英排个班，明天开始一起吃饭。听见许志远的话，众人纷纷点头表示没问题。李木然拉着程春芬去打听炕柜在哪能买，特意问顾念要不要一起，被顾念婉拒了。到屋里，顾念拿出上车前顾母给装牛奶饼干，坐在床边啃了起来，就着热水一口气吃了4大块，直到感到胃里有些撑，方才停了下来。正当顾念要将剩下的饼干收起时，吃完饭的赵小燕和孙甜甜挽着胳膊走了进来，看着顾念嘴角旁的饼干渣渣，赵小燕忍不住眼红的酸了一句：哟，吃什么好东西呢？看见我们进来还收起来了啊！这是把自己也当成软柿子，要捏一捏。你以为自己是谁，需要我背着你？听见顾念这么回答，赵小燕气得脸通红，捏紧拳头，一副要打架的意思。孙甜甜站在一旁，看着剑拔弩张的俩人，突然柔柔的开口道：小燕没这个意思，就是大家习惯了，有什么好东西互相分享。顾知青，你不会生气了吧？这是什么茶言茶语，不愧能和女主斗得不相上下，还在这道德绑架她。顾念非得让他们知道一下，什么叫只要我没有道德，谁都别想绑架我。是吗？你看我刚来还真是不知道。说着便环顾了4周一圈，看见床尾的炕柜，你看我刚来，柜子什么的还没打呢，要不然你俩发扬风格，和我分享一下，让我把东西先塞你俩柜子里，毕竟放在外面怪脏的。两人被顾念这一番不要脸的话给镇住了。赵小燕长这么大，都是她占别人便宜，还没谁这么明目张胆的要占她便宜。气急败坏的她喊道：你能不能要点脸？我们都是自己花钱打的柜子，你说借就借。那我饼干还是拿票买的呢，你不也是要说分享就分享吗？那能一样吗？哪里不一样？饼干分享之后就没了，柜子借给我，你还能用啊。这么一想，好像还是我亏了，但是我这人不爱计较。没等赵小燕反应过来，她继续输出道：你不会是不想分享吧？你这人怎么这么小气？赵小燕被顾念绕晕了，总觉得顾念说的话有哪里不对，又不确定哪里不对，一时竟不知道该怎么接话，只能看向了孙甜甜。感受到赵小燕求救的目光，孙甜甜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心里暗恨，这个能挑事还不能平事的废物，看我有什么用。本来她也不差那一口饼干，只是想借机摸摸新来的知青是什么脾气罢了。一时之间，3人就这样僵住了。吃完饭的沈英推门而入，
看见三人都直挺挺的站着，好奇开口问了一句：“你们三个站着干嘛？”我们三个在站着聊天呢。赵知青和孙知青非要发扬风格，把柜子借给我用，我正不好意思呢。孙小燕立刻反驳道：“我没。”话没说完就被孙甜甜打断了。对，我寻思打柜子需要时间，我俩东西挤一挤，先腾出来一个借给他们。虽然有些奇怪，孙甜甜和赵小燕什么时候这么好心了，但是和自己没什么关系，沈英也没说什么。一场闹剧就这么虎头蛇尾的结束，还以为这俩人有多厉害呢，浪费他感情。孙甜甜被赵小燕拉拽到院子旁边的树下。谁同意借柜子了？我不干，凭什么呀？这事本来就是你做的不对，要不是你非要刺他两句，能这样吗？看见赵小燕满脸的不情愿，只好耐着性子哄她。他刚来的，说出去还得以为咱们两个欺负新人，传出去不好听。更何况让蒋晴知道了，你在他面前还怎么做人？听见孙甜甜提到蒋晴，赵小燕脸上泛起一抹红色。没错，赵小燕是看上了蒋晴，能干还本分，长得也不丑，高高大大的。看着被安抚下来了赵小燕，孙甜甜心里也松了口气。这个傻妞虽然莽撞，但是好哄，留着还是挺有用的。不知为什么，看见新来的女知青，心头涌上一股莫名的危机感。这边吵赢还占到便宜的顾念也很高兴，美滋滋的哼着歌。趁着众人上工，她将顾母给带的钱和票全部倒在炕上，乐呵呵的一张张数着。100块钱，20斤全国粮票，2张牙膏票，2斤红糖票，1张工业票，最难得的是竟然有1张肉票，再加上自己的下乡补贴50块和蒋娇娇那份50块，还有卖工作的钱和票，共计1200块的巨款。这么多钱足够他在乡下美滋滋过好几年。一个普通工人月工资也才26.5，他估计这会儿家里会很热闹。我不去，我才不去大西北呢，谁爱去谁去。街道几个同志一听，脸色微变。既然报了名，就改不了，都是你这样，不想去了就哭闹着不去，我们的工作还做不做了？我们家已经有一个孩子下去了，怎么还要再去一个？这对我们家太不公平了。这我管不了，反正报了名就得去。不可能，我没去报过名。你的户口已经迁走了，你要是没报过名，怎么给你迁户口？我不管你们谁来报的名，总之这名报了，人就得去，否则后果自负。撂下狠话后，街道女同志气呼呼地走了。顾母冲进里屋，翻找出户口本，看见蒋娇娇那页，果不其然，有个2个大大的签出，气得顾母一阵头晕目眩，咣当一声摔倒在地。听见动静的蒋父第一时间冲进来，将顾母送进了医院。当然，这些顾念都不知道。趁着屋里没人，顾念美滋滋地将钱和票全部塞进了空间中，反正用意念就能取出来，方便又安全。正当顾念坐在凳子上唉声叹气时，李木然和程春芬2人推门进来，只是2人的脸色都有些难看。顾念好奇心渐起，挽住程春芬的胳膊，小声问道：“怎么，柜子没打成？”“何止没成，我俩绕着村子走了一大圈，连人影都没看见。”正当顾念满腹疑问，程春芬又开口道：“村长媳妇给我们指的路，左拐右拐，右拐左拐，绕了一大圈，走了不少冤枉路。结果到了地方后，家里面就一个5、6岁的小孩在。那孩子告诉我们，他爷爷去邻村帮人打柜子，没在家。”听到这，顾念还有啥不明白的？这2人明显是让人给涮了。村长媳妇那人和村长一样无利不起早，他们就这么干巴巴的上门，人家能高兴吗？知青点这么多人不问，非得去问村里人，问村里人也罢，头一次上门也不知道拎点东西，这点人情世故不懂，这不是自己找苦吃吗？走了半天的路，什么事都没干成，还浪费休息时间。李木然心里的火蹭蹭上窜，看着手挽胳膊窃窃私语的2人，隐隐将他排除在外。凭什么呀？他狼狈不堪，而顾念却是神清气爽。有些委屈涌上心头，他总感觉事情不该是这样的，脑子一热，突然开口道：“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跟顾知青一样，在屋里躺着等消息就好了，还能多休息一会。”嚯呵，怎么回事？今天这一个个都跟吃了火药一样，受了气就想回来撒气。顾念这人典型吃软不吃硬，看见李木然这样，他理都没理，直接选择无视他。亲热地挽着程春芬的胳膊，走到那一排炕柜前。春芬，打柜子的事不着急，这个是赵知青和孙知青借给我的，咱俩一起用吧。程春芬高兴地点了点头，不禁感慨：顾念姐可真好。李木然心里更是一口气哽在胸口，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只得砰的一声摔门而出。顾念才不在意呢，他又不想和女主做朋友，管他呢。下午的太阳属实毒辣，顾念拿着早就写好的诉苦信往公社走去。走了约么1个小时不到，顾念终于看见了公社邮局。邮局内时有一个17、18岁左右的姑娘坐在窗口打盹。顾念轻轻地敲了敲门，那姑娘迷迷糊糊地醒来。寄信还是取信？
寄信。说着，将手里的信纸递给了对方。邮票8分，信封2分，一共1毛。顾念连忙从兜里掏钱递了过去，心下不禁感叹，果然不管什么时候，邮费都很贵啊。这时候1毛钱够买俩鸡蛋了。忽然灵感一闪，邮票啊！发现一条支付路后，顾念一脸激动地问道：“同志，我想多买点邮票，可以吗？”窗口的小姑娘听得一脸懵逼，买那么多邮票有啥用啊？邮票邮局很多的，你随时来，随时邮。我家有个亲戚喜欢收藏各种邮票，是为了见证祖国大好河山的变化。窗口小姑娘听顾念这么说，也不再劝了。邮票到手，虽然付钱肉疼，但是看见这些花花绿绿的邮票，顾念心情大好，准备去大吃一场，犒劳一下自己的胃。这个女人刚从邮局出来，就喜滋滋地奔着国营饭店而去。里面坐着一个百无聊赖的服务员，看见有人进来，连眼睛都没抬。现在不是饭点，都买没了，大厨不在。我都还没开口就撵人，要是搁后事，这么干早黄了。同志，麻烦问一下哈，现在几点？3点20，你1个半小时之后过来，别来晚了。现在按量供应，晚了啥也没有。顾念道谢后转身离去。还有1个半小时，去哪逛能打发时间？去废品站呀。原书女主的小黄鱼儿就是在废品站捡漏的。来到废品站，就见到一个老头坐在门口眯着眼睛晒太阳。大爷，我想找点旧报纸、旧书本啥的糊糊墙。进去吧，自己翻，出来按斤称。知道了，大爷。这东西简直太多了，这得翻到什么时候啊？怪不得大爷不跟着进来。顾念像个小仓鼠一样，在废品站翻翻找找，除了一些高中的课本和一堆近期的报纸，还翻到了一个带香味的木头箱子，就是箱子有些破旧，上面的锁也坏了。找了一番无果后，顾念只好把书本放在箱子里，双手环抱住木箱，搬到了门口大爷的称上。书和箱子一起过称吧，3分钱1斤。顾念把钱递给大爷后，抱起箱子就走了。费劲巴力地拐到一个偏僻的街道内，小心翼翼地看了看周围，确认没有人后，把东西收进了空间中。真是累死我了，还好有空间，不然我还真是搬不回去呀。一会儿我一定好好吃一顿大餐。来到国营饭店的时候，时间刚刚好，饭菜香味弥漫，闻得顾念口水直流。红烧肉、猪肉炖粉条、烧茄子、米饭、猪肉大葱馅的包子、萝卜粉丝馅的包子，这些我都爱吃，可惜我只有1张肉票。还好萝卜粉丝馅包子没有肉，不要肉票，可以多买点，放进空间里留着慢慢吃。同志，1份红烧肉，1份米饭，再来20个萝卜粉丝包子。听见顾念要20个包子，服务员一脸惊讶。这么多，你一个人吃的了吗？我和村里干部们一起来的，帮我用油纸包好，一会拿走，人多吃得完。红烧肉3块，1张肉票，20个素包子4块。顾念脚麻里的将钱和票递了过去，选了个座位坐下。上菜功夫的时间，人流多了起来，免不了要拼桌。和顾念拼桌的是一对身材偏瘦的年轻夫妻，带着一个明显健康过度的胖孩子。自打那男孩坐下后，就一直在大吵大叫，闹得顾念一阵心烦。秉承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是闷头狂吃。主要是红烧肉，看起来色泽鲜艳，油光闪亮，入口肥瘦相间，咸甜适中，真的是太香了。隔壁的菜也上来了，经典东北名菜猪肉炖粉条。只见那女人把所有的肉都夹到了胖孩子碗里，她自己和男人吃着粉条，揪着窝窝头。这样教惯孩子，还能教出来好孩子才怪。那男孩和顾念一样，大快朵颐地吃着碗里的肉，很快的肉就见底了。那男孩吃光自己碗里的肉后，看着同桌顾念碗里还有红烧肉，撇下筷子，大声哭喊道：“我要吃红烧肉，不，要吃肉！”见那熊孩子又闹起来，顾念加快了吃肉的速度。看着红烧肉所剩不多，那孩子闹得更凶了。那女人哄了半天熊孩子，也不见得哄好，只得抬头讪讪地对着顾念谄媚道：“妹子啊，你看孩子就是想尝尝红烧肉啥味儿，我看你也吃不了，不如给孩子吃2口。”说着，筷子就向顾念碗里伸来。看见女人的动作，顾念快速地扒拉完碗里最后一口大米饭，又从一旁拿出个饭盒，飞速地将剩下的几块肉连汤全部倒入饭盒中，不理会女人的叫喊，拿着饭盒，拎上包子，起身就走。整个过程行云流水，没有丝毫停顿。远远的还能听见那女人的咒骂声和孩子的哭闹声。真的是太不知所谓了，伸手过来就要抢肉，这种人蹬鼻子就会上脸。吃饱喝足，路过理发店的时候修剪了头发，回去的路上把饭盒和包子塞入空间中，回到知青点。这时知青们已经吃完了饭，见顾念回来，程春芬凑了过来。顾念姐，问了沈知青才知道，瘸大叔平时白天得去收拾猪圈，下工后才能过去找他打柜子。有些人把人家当姐姐，可惜人家根本没把他当回事，去公社也没叫他一起去啊。你顾念姐叫我了，我没去。陈春芬气得满脸通红。
原书里塑造的女主温和有礼，爽朗大气，果然书中人物真实接触下来，每个人都不尽相同。不愿意再和李木然争口舌之力，简单2句和程春芬约好明天下工后一起去瘸大叔家打跪。理都不理李木然，转身出去洗漱，收拾，准备睡觉。休息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顾念打着哈欠穿衣服，迷迷糊糊的来到后院洗漱。知青点的后院有口水井，虽然水井里的水也得自己拽桶提上来，那也好过拎着水桶绕村走来的方便。洗漱好后，转身进屋，就见灶台旁的桌子上已经摆好了玉米糊糊和一碟咸菜疙瘩。这会儿粮食紧张，村里普遍都是早晚6分饱，中午吃8分饱，晚上半饱就行。早饭吃过后，众人纷纷向麦地里走去。本以为出发的够早了呢，到了才发现，有的村民已经在地里干上了。叔，新来的知青全到了。张沈村是个大村子，干活分为2个支队，张姓1队，沈姓2队。在干活这方面，女知青不如男知青工分赚得多，因此2队都不愿意要女知青。李木然、程春芬被分到了1队，同在1队的还有知青点负责人许志远、老知青孙甜甜、杜伟国。2队就是他和赵飞扬，还有老知青蒋晴、沈英、赵小燕。分好了队，就要开始干活了。下工后，顾念饭都没吃，便拉着程春芬跑到了瘸大叔家门口。请问有人在家吗？只见一个大概6岁左右的小男孩跑了出来，随后瘸大叔一瘸一拐的踱步走了出来。大叔，我们需要3个大柜子，能装行李的那种，再要4个小柜子，能放点零碎东西。大柜子顾念留2个放在知青点，程春芬要1个，而小柜子准备放在空间里。一个大柜子需要的木料成本在7毛，小柜子则是6毛，成本就在4块5毛。算上手工费，顾念总共给了5元。木头都是山上锯的，给村集体交钱就行。我的手工费用不了这么多，给几斤粮就行。大叔，我刚来咱们村，手里粮食少，只能给您钱了。而且我做的柜子也不是1个2个，真用不了这么多。不多的，现在粮食也不便宜，还得跑去粮站买，费劲。不如给您手工钱，您方便我也方便，到时候您缺啥买啥。瘸大叔感激的点了点头。这时候农村人来钱的途径太少了，大多都是以物换物。瘸大叔日子过得不容易，他儿子儿媳都在边境牺牲，只给他留下个会爬的奶娃娃。他又瘸了1条腿，干不了地里的重活，还得照顾奶娃娃，就算有抚恤金也是杯水车薪。还好瘸大叔年轻时学了门木匠手艺，队里照顾他是烈属，就让他给队里和周边村子修农具。顾念虽然不是保家卫国的军人，但不妨碍他崇拜热血军人。2人回知青点的路上，程春芬面露难色。田苗姐，打柜的钱我等工分下来再给你，行吗？知青办奖励的50块钱，我早就用来置办下乡要用的东西了，现在手里是1分钱没有。你就1个柜子，大头都是我的，你不用给钱，等年底分粮后给我5斤玉米面，你看我工分也不够吃，这样我还不用跑去粮站换粮了呢。程春芬双眼微红，泪珠在眼眶中来回滚动，她知道这是顾念姐在帮助她。整理好心情，2人又恢复了往日的相处模式，说说笑笑的回到了知青点。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来到了1个月后，程春芬一脸神秘的靠近顾念。顾念姐，你知道了吗？啥事？程春芬像模像样的左右看看，瞧见周围没人，对顾念神秘兮兮的道：听说今年工农兵大学生开始招了，咱们村有1个名额。天天下地给顾念忙得晕头转向，他差点把这个大事给忘了。这段剧情应该是女主下乡后1个月，1个工农兵大学生名额把整个村子搅得鸡飞狗跳。不只是知青点，就连村里人也是各显神通。这么大的消息，程春芬怎么知道的？谁告诉你的呀？是许知青和李知青说话的时候，我路过听到的。真的，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好奇。许知青这么重要的消息就告诉别人了？我感觉许知青和李木然好像在悄悄搞对象。顾念真是被惊到了，男女主发展这么快吗？这满打满算，李木然下乡也就1个月吧。我怎么记得原书说的是男主多次表白被拒，1年后男女主修成正果，确定关系的呀？没过几天，这个消息就传得满村皆知。有啥可叹气的？那名额给咱家闺女不就得了？那些知青能怎么样？在村里还能让他们外来的翻了天？我心里有数，我哪是在乎那些知青怎么想的？就算不给知青们，谅他们也不敢闹。担心的是张大队长那边。虽然在村里沈姓更强势，沈村长在村里也是扎根多年，根深蒂固，但是他从来不敢小瞧张大队长，毕竟是部队转业的，在公社乃至县里都有关系。村长媳妇见自家老头不说话，心里也跟着着急，怕闺女名额飞了，去堂屋倒了热水，还加了点白糖，端了进来。别愁了，老头子，喝点糖水，你看你愁的脸都发苦了。拿出去给娃子们喝，我一把年纪了，喝了浪费。给我讲讲呗，名额咋回事？我有个准备，省得说错话。
张家那边。张家怎么的？那张大队长还得管你叫老叔呢。那时候要不是你，他……村长瞪了老七一眼，村长媳妇便偃旗息鼓了，不敢再说下去。这边老两口子在屋里唠嗑，丝毫没有察觉墙根底下蹲着一个倒三角眼的妇女，见屋里没声了，连忙跑回屋，扒拉起自己家男人。沈有德，你别睡了，一天天就知道睡觉，你是个喜人呢。再敢打扰老子睡觉，老子打死你个喜婆娘！你知道村里之前说的大学生名额，咱爹娘要给小妹，咱爹娘心里一点都没有你啊，有德。你又去听我爹娘墙角了？你可真是狗改不了吃屎！我爹真说名额给我小妹儿了。真的，咱娘说的，咱爹没反驳。沈有德清楚，只要老爹没反驳，大概就是同意把名额给小妹了。可是凭什么呀？就因为我是家里老二，就活该被忽视吗？大哥部队转业，现在在公社粮站上班，小弟高中生，毕业后被安排进线钢铁厂，只有我天天在地里刨食。现在好不容易有机会，老爹连沈小梅这个迟早要嫁出去的闺女都管，也不管我，真行。田桂花见沈有德阴沉着脸不讲话，小声道：“当家的，你说句话呀！这好事轮也该轮到咱家了吧？凭啥给他沈小梅？”沈有德没搭理他，头也不回的闷声走了。这边知青点的气氛也有些怪，老知青们每天出出进进，不知道在忙些什么。看见顾念气定神闲，程春芬诧异地问道：“顾念姐，你怎么这么淡定？那名额你真一点也不心动？”现在的工农兵大学生吃香，等再过几年恢复高考，工农兵大学生啥也不是了，还会被老三届瞧不起。心动啊，但是心动没用啊，咱们刚来下乡，这名额肯定落不到咱们新来的知青头上。这时赵小燕从门外走了进来，插嘴道：“你明白就好，就怕有些人想不明白，扒着许知青打听这个打听那个的。”这话意有所指，在场的人都听明白了。李木然唰的一下脸涨得通红，尖叫道：“赵小燕，你不会说话可以闭嘴，你哪只眼睛看着我扒着许知青了？”赵小燕眯着眼睛，用嘲讽的语气说道：“你看，我没点名道姓，你都知道说的是你。”停顿了一下，又开口道：“就算你看上人许知青，也得注意点影响，整天倒贴着人家，村里人都在背后骂你是不要脸的骚蹄子，把女知青的名声都带坏了。”赵小燕今天没别的意思，在上工时听见村里人在背后嘀咕女知青不知廉耻，倒贴男人，她气得不行。村里老娘们闲唠嗑，不会点名道姓说谁谁谁倒贴，只会讲究女知青什么什么的。她啥也没干，就跟着名声败坏，简直要气死了。听见赵小燕这样说自己，李木然也不是什么能受委屈的性子，冲到前面啪一声扇了赵小燕一个大耳刮子。顾念听着都觉着脸疼，何况赵小燕，只见她疯了似的冲了过去，和李木然扭打在一起，你薅我头发，我抓你的脸。眼见两个女人越打越狠，程春芬还想上前拉架，顾念怕她被误伤，连忙拉住她，冲到院子中喊道：“来人啊，快来拉架！李知青和赵知青打起来了！”听见二人打架，院子里闲聊的众人火速冲进女生寝室，进门就看见赵小燕已经坐在李木然身上，疯狂地压着打她。见此状，众人七手八脚地将俩人拉开。坐在地上喘气的李知青脸上被挠出了好几道血印子，正往外渗着血珠。而被众人拉在炕上的赵小燕也很惨，头皮都被薅秃一块。许知青不在，众人也管不了他俩的事，一时众人都沉默了。就在众人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许知青闻风而入，看见被拉开的二人，面色有些难看。本来坐在地上喘气的李木然并没有哭，看见许知青进来，心头一酸，眼泪扑扑簌簌地流了下来。不愧是女主，连哭都这么惹人心疼。反而是赵小燕看见女主哭了，想着这事是她先引起的，怕许知青偏袒，嘴一瘪，嚎啕大哭了起来，边哭还边哎呦哎呦的喊。两个女同志都哭了起来，许知青一阵头大，不知如何处理，只得安抚二人，询问众人经过。听到事情缘由，许知青狠狠瞪了赵小燕一眼，没先处置两个罪魁祸首，反而质问顾念他俩为什么不赶紧把二人拉开。这男主脑子有病吧？本来顾念还想帮女主处理一下脸上的伤口，现在呵呵，见顾念二人没说话，又将目光转到了打架二人身上。许志远看见李木然被打成这样，心里有些心疼，但毕竟他先动手的，许志远也不好偏袒，只得各大50大板教育了一通，并罚俩二人挑2天水。平时这活都是男知青干的，罚女知青挑水也算是惩罚到位了。许知青带着哭得梨花带雨的李木然去找村长请假，得去公社医院处理伤口，毕竟村里连个卫生室都没有。平时受伤就拿草木灰敷上，一会儿伤口就能凝固上。但是李木然伤在脸上，处理不好，怕是要留疤。见许知青带着李木然走后，赵小燕松了口气。别看他嚎得惨烈，其实他就只被抓秃了一小块头皮，那李知青柔柔弱弱的，哪里是他的对手？见赵小燕满血复活，孙甜甜连忙凑了过去。
你们因为什么吵起来了呀？赵小燕虽然单纯，但她也不傻，和孙甜甜相处这么久，她深知孙甜甜对许知清的心思，心念一转道：我就是见不惯李知清那个浪蹄子，不知廉耻的往许知清身上扒。咱们老知青谁不知道，你和许知清最般配，他横插一杠子算个啥？孙甜甜哪会猜不到赵小燕的小心思，但是她就是喜欢听这话，随即装作害羞状回道：你别瞎说，我和许知清什么都没有。接着又道：不过李知清这人属实是下手狠了些，看把你打的，一会我去买2个鸡蛋，给你好好补补。听见有鸡蛋吃，赵小燕觉得还能和李木然再大战一场，要不是孙甜甜家里有钱，她用这么上杆子巴结吗？沈村长的小女儿沈小梅突然从噩梦里惊醒，她难以置信地凝视着周围的一切，感觉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这应该是她还没出嫁前的闺房，陌生是因为她已经20多年没回来过了。她瞪大双眼，怕自己一闭上眼睛，周围的一切都会消失。见还在闺房里，她茫然地从炕上爬起，恍恍惚惚地走到屋外，看见了一个个熟悉的人，她爹、她娘、她侄子侄女们。看见小闺女呆愣愣地站着，村长媳妇轻拍了一下小梅：愣着干嘛？还不去吃饭？太阳都晒屁股了。他爹也只是瞅着他笑着。沈小梅的眼泪唰的一下流出眼眶，村长媳妇吓了一跳，还以为是自己拍中了，连声安抚道：拍疼了呀，闺女，都怪娘，晚上娘给你蒸个蛋吃。你看看你，手没轻没重的，看给姑娘拍的。沈小梅抹了妈脸上的泪水，开口道：爹，今年是哪一年？村长有些懵，但还是回道：74年7月呀。咋睡糊涂了闺女？听到这个时间，沈小梅连饭都没吃，一脸震惊地跑回了屋。村长媳妇嗔道：你看这孩子，饭都没吃，又回去躺着了，一点规矩都没有。村长毫不在意地回道：咱家闺女就顺心这么几年，别管她了。不是没听见爹娘的话，只不过此刻沈小梅太震惊了，心情根本无法平复。她回到了厄运开始的时候，哈哈哈哈！她真的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没错，沈小梅重生了。沈小梅前世被杜伟国哄骗，没结婚前就有了首尾，还不小心怀孕了，只能把到手的大学生名额让给了杜伟国。结果杜伟国这个渣男在上学后又跟别人结婚了，并且利用女方家里势力斗垮了沈村长，他爹被活活气死，他也被赶出了家门。杜伟国，没想到吧，我沈小梅回来了，我要你不得好死。顾念对村长家发生的事毫不知情，要不然还得感慨一番。此时的顾念正独自一人在山上转悠呢，一方面看看山上有没有啥野果野菜之类的，另一方面为了躲在山上啃包子。由于平时都在知青点，田苗跟其他知青一起吃饭，根本没机会吃。趁着今天休息，他可得上山解解馋。因为今天是休息日，上山的村里人不少，顾念只好七拐八拐往人少的地方走去。不知不觉的就拐进了深山，但此刻他心里只有包子，根本没顾着看周围什么环境。走到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观察了一下周围，发现没人跟他上来，从空间里取出了包子。只见那包热气腾腾的，像刚蒸出来的一样，咬了一口，嚯，真香！虽然没有肉，但是里面放了香油，这会儿人肚子里没有油水，吃上一口油滋滋的白面包子，连肉都不换，幸福极了。正当顾念幸福的吃着，边吃还边咂巴嘴儿，包子的香味飘出了好远，引来了许多对味道敏感的走兽。吃得一脸陶醉的顾念浑然不觉，危险正在逐渐靠近。顾念所在的位置是一个凸起石壁的侧面，这位置既能遮掩又能够挡风，确实是个偷吃的好地方。他方才还在疑惑呢，这么好的位置，怎么不见村里人来？这阵香味惹来野牛，健壮的身躯看起来得有300多斤，粗壮的四肢立在地面上，眼神死死盯住眼前的人类。顾念此刻也发觉了不对，他转过身来，就看到了这个大家伙。后背冒着冷汗，脑袋一片空白，只能用眼睛死死地盯住眼前的大家伙。野牛对顾念的发起了攻击，顾念见状，连忙躲闪至一旁。那头野猪咣当一声撞在了树上，晕晕乎乎地倒下。这要是撞我身上，整个人都得飞出去。感觉这猪有点蠢，好似是过来给我送肉的。顾念壮着胆子走了过去，见他无法动弹，将野猪收进了空间。这都是钱啊！本来顾念上山时准备采点野菜放在空间里，存着冬天吃，谁能想到今天还能有意外之喜。他现在啥心思都没了，只想躺在床上好好睡一觉。到山脚下时，天已经快黑了，只得抄近路，朝着知青点的方向迅速走去。快到知青点时，隐隐约约看见有一男一女在路口中间相视而立，男的一边比划一边说话，那女人看不清面容，只是看起来年龄不大的样子。许是听见有脚步声，那男子朝这边看了过来。顾知青，是我。走近方看清，原来说话的男人是杜伟国，对面那个女孩顾念并没见过，只是微微点头，
就绕过二人向知青点走去。伟国哥，刚才那位是？因为前世喜欢杜伟国，对知青点的女知青他都很熟悉，刚才路过的女孩没什么印象。难道是我重生带来的蝴蝶效应吗？杜伟国现在对沈小梅基本上是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毕竟沈村长手里捏着名额，只要他成了村长的乘龙快婿，这名额还能给外人吗？是新来的知青，叫顾念。听见杜伟国的回答，沈小梅悬着的心放了下来。这个顾念前世比我还惨，好好的大姑娘失了名节，嫁给了村里的二流子，最后还难产死了。从活一世的沈小梅哪里不明白，这个顾知青八成是让人算计了，也是个可怜人。夜色渐浓，看着眼前一脸真诚的杜伟国，沈小梅觉得有些腻歪。既然套不到有用的讯息，在这浪费时间也没用，还不如早点回家。伟国哥，我该走了，再晚我爹就得出来找我了。听到沈小梅这么说，也不敢再留人。我去送你回去吧，天黑了，你自己一个人，我不放心。沈小梅看着眼前人面兽心的男人，强忍着呕吐感。不了，伟国哥，我知道你是真心对我，但是现在大家被那个名额闹的，被别人看见，还得以为你追我是为了名额呢，那我爹会怎么看你？听见沈小梅这么说，杜伟国也反应了过来。小梅，你说的对，确实容易被误会，现在还是不要节外生枝。顿了顿，觉得自己说的不够温情。小梅，我喜欢你，一定要和你在一起，得给你爹留个好印象，那你自己走一定要注意安全。沈小梅快忍不住了，连忙点头，头也不回的往家里走去。她怕再多待一会儿，她都要给杜伟国一个嘴巴，怎么能和他说出这么恶心的话来？她前世真的是瞎了眼，怎么能看上这么个狗东西？那边沈小梅怎么想的？杜伟国当然不知道，杜伟国还沉浸在做村长女婿的美梦中。虽然沈小梅长相普通，但是架不住她是村长闺女。杜伟国哼哼着小曲儿往知青点回去，直到第二天上工时，顾念都在思索如何处理空间里的野牛。得找个机会出去一趟，虽说公社也有黑市，但规模小不说，还容易遇见熟人，因此还是得请假去县里一趟。还没等顾念想出请假的理由，就听见远处传来的喧闹声。远远望去，只见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怀抱着一个孩子，哭叫着往村长那边跑去。村长啊，村长，咋办啊？我家狗娃子上不来气了。老太太怀里的孩子脸憋得通红，一看就知道被东西卡住了气管，这是要人命的呀！有的，快去套牛车，送狗娃子去医院啊！其他人该干嘛干嘛去，别在这围着。二柱，你去地里把狗娃子爹娘叫过来。看见那边出事，顾念也是好奇的跟了过去。走到跟前一看，一眼就看出了孩子的气道被异物堵塞了，明显已经出现了呼吸困难的情况，根本来不及医院。我学过医，让我进去。听见顾念的喊声，围观的众人眼里闪过一丝希望，赶忙让出一条道。顾念冲过去，从老太太怀里抢过孩子，怀抱住小孩，将孩子置于两腿之间，右脚呈弓步状，将孩子摆成前倾位，右手握拳，大拇指侧与食指侧对准小孩肚脐之上两横指的位置，用左手置于右手拳头上并握紧，双手快速向内上方冲击腹部，反复有力的冲击了多次，直至孩子从嘴里吐出了一块榛子仁。吐出的同时，小孩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听见孩子的哭声，顾念松了口气，把孩子放回孩子奶奶怀里。众人看见孩子能哭出来，纷纷鼓起了掌声，七嘴八舌的夸奖声不绝于耳。不愧是城里的娃娃，就是厉害。顾念面上一窘。这时，远方跑来了一对夫妻，边跑边喊：“狗娃子啊，狗娃子在哪？”那母亲的叫声十分凄厉，后面跟着的男人也是泪流满面。听见自己儿媳妇的声音，那老太太哭着道：“在这呢，大宝媳妇，狗娃子在这呢。”只见那女人一把从婆婆怀里抢过孩子，紧紧抱着孩子嚎啕大哭：“娘啊，到底咋的了？”狗娃子吃榛子丸，闹着要喝水，我就出门倒口水的功夫，狗娃子就呛到了，平时拍拍就好了，这回老太太呜咽的道：“今天真的给她吓坏了。”对呀，你娘把孩子抱出来的时候，明显脸涨得发紫了。可不是咋的，要不是有顾知青在，估计送去也来不及。这么严重吗？你那是没看见，真的是从阎王手里捡回的命。一时间将顾念传得神乎其神，夫妻俩打心里特别感激，不知道要如何表达才好，双双来到顾念面前就要跪下。顾知青，狗娃子是我的命根子，你救了孩子，这就是救了我们一家人的命，我得给您磕头谢恩呐。顾念吓了一跳：“不至于不至于，现在可不兴这样，不过举手之劳，孩子后续可能会咳嗽，没什么大事，以后小孩子吃东西的时候一定得注意。”那夫妻俩听后连连点头，见顾念非不让跪，只好把目光看向村长。村长感受到沈大宝一家的目光，略有深意的看了看顾念。既然顾知青这么说了，你们就照着办，过后给顾知青送点谢礼。应该的，应该的。不用，都是乡里乡亲的，谁看见都会施以援手的。那别人也没有顾知青的本事，大伙说是不是？是呀。围观的村民纷纷给顾念喝彩，就算顾念前世经历过各种各样患者家属的感谢，此刻也让村里人夸得脸皮发红，连忙隐匿在人群中，默默回到田里上工。沈小梅的目光久久地停在顾念的身上，
像是要看出来什么似的。前世也是这个时候，狗娃子被噎住，被他二哥牵牛车送往公社医院，还没等到地方，孩子就没了。孩子奶奶承受不了这个结果，没多久就病死在家。孩子妈也疯了，满村乱跑找孩子，沈大宝家基本就散了。他就是想到了这事儿，才早早套了牛车牵了过来，希望能留住狗娃子的命。难道这个顾念上一世没过来围观，不知道孩子卡住了？沈小梅想不明白，她觉得还是得再观察观察，因为她接下来办的事不能出一点意外。这边下工回到家的沈村长坐在炕上咂巴着烟嘴，也在想刚才那事儿。真没想到这群下乡的娃娃还真有个厉害的。公社那头一直鼓励各村兴办卫生室，县里也帮助各村给卫生员培训。张沈村往年也送过几个人去公社培训，学的啥也不是，连卫生员考试都过不去，简直是烂泥扶不上墙。想到这，村长脸都黑了，因为没有懂医的，所以村里的卫生室一直没办起来。村里人得了小病就在家挺着，严重了才肯去公社医院。这要是村里有个医生，沈村长虽然有些私心，但要是对整个村子好的事，他也是会做的。但是这个事不是他一个人能说了算的，还是得找个时间开会研究一下。回到知青点的顾念也收到了众人的夸奖，其中程春芬最盛，那崇拜的小眼神都是带光的。只有一人除外，就是原书女主李木然。李木然带着仇恨的目光望着顾念。由于上次打架赵小燕挠得太深，去公社医院做清创晚了，留下了疤。不过可能因为是女主，有女主光环在，哪怕脸上带疤也生出了一股诡异的美感，比以往多出几分魅惑来。就连赵小燕闲聊时也酸溜溜地说过，李知青应该感激她，跟她打架还变美了。气得李木然差点没吐血。现在李木然第一恨的人就是赵小燕，现在顾念荣升第二了。他今天看见顾念救人时，就想大声质问他，为什么当时不帮他看看脸？要不是因为伤口暴露时间过长，根本不会留疤。顾念还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并不知道李木然的想法。要是知道，估计要大声喊冤了。他手里什么医用材料都没有，怎么做清创呀？不管别人怎么想，顾念这几天的小日子过得是悠哉悠哉的。晚上下工后，在知青点吃完，顾念便提着筐出门了。吸取上次乱走进深山的教训，顾念也不敢走出太远，只是拿着筐在山脚附近慢悠悠地摘着野菜。等天色渐晚时，从空间里取出2斤红糖，放在筐中，神色自然地往村长家走去。直至村长家门口，还没等敲门，门就从里面被人打开。只见沈英在村长媳妇的笑声中被送了出来，两人对视，气氛凝滞。真是怕什么来什么。沈英并没有说什么，只是略带深意地看眼顾念提着的筐，头也不回地往知青点走去。村长媳妇以为顾念和沈英来意一样，但看着顾念手里没拎东西，只是提了个筐，里面全是野菜，笑容在他脸上逐渐消失。见村长媳妇大变脸，顾念哪里不知道原因，连忙从筐里掏出2斤红糖。婶儿，我听说大哥家嫂子又生了个娃娃，正好红糖有营养，拿过来给嫂子补补身体。村长媳妇一看着红糖，脸上笑开了花。这会儿红糖可是好东西，没有糖票还弄不来，正好给生孩子的大儿媳补补。村长媳妇虽然脸上高兴，但还是假意推拒。那怎么好呢？你这份心意婶领了，这红糖还是拿回去吧。顾念也不傻，这时候要是拿回去了，连村长面都见不到。他忙把红糖推回村长媳妇那边。婶儿，我来这么长时间，多亏了我叔照顾，只是一点心意，您就收下吧。对了，我叔在家吗？村长媳妇一听就明白了，这是有事找老头子。老头子，顾知青来了。顾知青，快进屋，婶儿给你倒糖水喝。哎，那麻烦您了，婶儿。这时候东北这边没有专门待客的屋子，家家户户都是进堂屋说话。顾念进屋的时候，就见村长坐在堂屋的木凳上，手里拿着他的鸡腿，吐着泡泡。看见顾念进来，村长示意他坐下。咋啦，娃子？最近有啥困难？叔，我还真有个事求您帮忙。一听顾念这么说，村长心里一沉。这段时间也就是那个名额，已经好几拨人来找过他了。沈村长以为顾念和其他人来意一样。顾知青，说出来不怕你笑话，叔就是个村长，啥大事叔一个人做不了主。顾念一听就知道村长误会了，见天色渐晚，他也不想和村长兜圈子。村长，我看村里还缺个卫生员，我觉得我可以，之前在家时学过医。他前世是个医生，不敢说是什么神医，但基本上比这个年代的赤脚医生可强多了。听见顾念说的不是名额的事，沈村长脸上的笑容又重新浮现。当卫生员可是要培训考试的，能行吗，娃子？还没等顾念回答，村长媳妇端了一碗热气腾腾的红糖水。咋不成呢？那天顾知青救狗娃子，全村人都看见了。顾知青要是不行，那可就没人行了。说罢，把红糖水端到顾念面前。来，娃子，喝糖水。看见老七这个做派，沈村长心里不禁笑了。夫妻多年，我哪里不知道，顾知青肯定提东西来了，老婆子还很满意。面上不显，装作无奈。你快出去吧，我在这跟顾知青说正事呢。村长媳妇临走的时候，给村长使了个眼色，村长微微点头。顾念毫无察觉，傻呵呵地抱着红糖水呼着。沈村长看见顾念这样，不禁一乐，还真是个孩子。不过村里确实缺卫生员，给个机会也不是不行。娃子，今年卫生员培训结束了，
就等着考试呢。你现在去也晚了，你看明年行不行？我推荐你去公社培训。一听这话，顾念就知道这事儿有戏。叔，我可以直接参加考试呀，基本实操我都会。要是今年考过了，咱们村从今年开始就可以在公社医院领药，而且考试就1天，不过也不耽误啥事。叔，你看。村长一听，吸着鸡腿里的泡泡，好好琢磨了一番。你先回去，这事儿我跟大队长商量商量，有结果了再给你个信儿的。不过这事你先别往外说，明白吧，娃子？知道了，叔，那我等你的好消息。说完就告辞离开。沈村长看着顾念离开的背影，不禁笑出了声。小滑头，还等我的好消息。顾念出来时，夜色漆黑如墨，不见半点星光。村长家在村委会附近，在村头的位置，右面是一片村民自留的玉米地，一直走就能到知青点。白天人来人往的，不觉得偏僻。到了晚上，这条道还是挺吓人的。突然，一个蹲着的人影向他所在方向踉跄的扑过来。啊！吓死个人嘞！顾知青，是我，沈英。他有句 MMP， 不知道当讲不当讲。我看天要黑了，怕你害怕，所以在这等你一起。大姐，有没有一种可能，你在这等，我更害怕？那谢谢你哦，咱们快走吧。于是二人默不作声地走着。顾知青，你有兴趣听我说说话吗？我没有，我只想回去睡觉。顾知青，今年我28岁，今年是我下乡的第10年。和我同一批下乡的，有的在村里嫁人，有的干活熬出重病回城了。只有我这么多年还在这儿，我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顾知青，你以后可能会明白的。这是时代的趋势，没有人能够改变。顾知青，你还年轻，但这个名额可能是我最后的机会了。怪不得在这等着我，原来是为了名额。真的，顾知青，我没办法了。在这些老知青里，最有希望的就是许志远、蒋勤和他自己了。毕竟孙甜甜和杜伟国干活不行，赵小燕人缘不好。许志远正和李知青打得火热，对这个名额不在意。蒋勤和他约定过，攒够钱就在村里结婚，不会单独丢下他。二人各有各的心思，一路无言地回到了知青点。顾念以为这件事就过去了，哪成想第2天下工回来时，知青点众人看向他的目光有些不善，还带着些鄙夷。程春芬也有些欲言又止。怎么了？怎么感觉有些怪？顾念姐，你昨天去村长家了，有人说你为了名额去村长家送礼，现在知青点所有人都知道了。真没想到，原书中的好大姐沈英竟然这副德行，为了一个名额不择手段。那沈英这个算盘打错了。沈英其实也有些后悔，她不是后悔把顾念送礼的事说出去，而是觉得自己做的不够隐晦。谁说我去送礼了？我昨天拿筐出去，你不是看见了吗？里面装东西了。对啊，你昨天拿着筐筐走的呀，这谁造的谣？也太坏了吧！还好红糖放在了空间中，也幸好昨天出去时跟程春芬打了个招呼，要不然真的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你做初一就别怪我做15了。我昨天是去找村长请假，这不是到月初了吗？我打算去邮局看看有没有我的包裹。昨天去村长家，倒是看见了沈知青，被村长媳妇一脸笑容的送出来，也不知道有啥好事儿。众人神色各异，把怀疑的目光瞥向了沈英。沈英顿时脸色煞白，有些无助地看着蒋勤。我怎么记得顾知青送礼这事儿是沈知青不小心说出来的吧？这算不算贼喊捉贼呀？你瞧我这嘴，就是爱瞎说话。蒋勤此刻整个人呆若木鸡，沉默不语，头也不回地向院外走去。此刻顾念还不知道自己小小的报复效果有多好呢。蒋勤走后，沈英厌恶地瞪了赵小燕一眼，随即快步追了出去。蒋勤，等等我，听我说好不好？蒋勤顿住脚步，僵在原地，被沈英拖着往知青点后山走去。对不起，我真是没办法了，我不想在这儿待下去了。可是，蒋勤，以前是没机会，现在有了机会，算我对不起你，你别和我争，好不好？蒋勤深深地望着面前的这个女人，好像是第一次认识她一样。从前的沈英永远是沉静温和的，而面前这个歇斯底里的女人让她陌生，她感觉有什么东西从心里被挖了出去。这一刻，她好像也不再是她了。好。知青点众人再次看见二人时，二人脸上皆是一片平静，只不过蒋勤的神色略带些颓废，而沈英虽然脸色惨白，但目光格外坚定明亮。看见此场景，顾念内心一阵唏嘘，也顾不得多想，因为村长给他回信了，通知他2天后去县里参加卫生院统一考试，借口要去县里图书馆看书准备考试的由头，请了2天假。村长也很爽快地同意了。当天下午，顾念就拿着村里开的介绍信和考试证明，雄赳赳气昂昂地往县里奔赴而去。太开心了，这是打他下乡1个月来第一次去县里。走进供销社，站在柜台前，货员是个男同志，见有个很漂亮的小姑娘停在他柜台前，他突然就来了精神。同志，我要2斤红糖和1斤大白兔奶糖。这会儿红糖要票5毛钱1斤，大白兔不要票1块1斤。又用1张工业票加上20块钱就买到了一口小锅。在顾念抬脚要走时，男售货员突然开口：
那个同志，能不能给我留个联系方式？以后要是有特价的东西，我告诉你。男售货员脸色有些微红，显然这种事也是第一次做。突然觉得这年代的人矜持的有些可爱，同后世的那些快餐爱情完全不同，情感表达更为含蓄内敛。谢谢你的好心，不过我是下乡的知青，下一次不定什么时候。男售货员听见顾念这么说，有些尴尬的挠挠头，轻轻的点了点头。知青肯定不行呀，他家里也不会同意的啊，他这无疾而终的暗恋。顾念潇洒的挥了挥手，转身离开。跟过路的女同志打听了一下，顾念来到了新县招待所。收银员表示，现在只有2个房型，单人间和双人间，单人间1块1晚，双人间4毛1个床位，爱住不住。顾念果断选择了单人间，收银员是态度不好，但是这是整个县城唯一的招待所。房间内一目了然，只有一张木床和一套桌椅，准备舒舒服服的睡觉。第二天一早就来了棉纺厂附近，在家属院附近转悠半天，也没找到黑市入口，这样可不行，他没时间在这耗着。这年代黑市买卖是违法的，打听肯定是打听不出来，只能用笨办法，等自觉。没一会儿，就看见有个人鬼鬼祟祟的拿着布兜，朝着厂子后头方向走去。顾念连忙跟了上去。巷口处一个瘦高的男人倚靠在墙边，只见那人和一个瘦高男子说了2句，伸手递过去什么东西，那男子就让开了路。这样的黑市安全一些，毕竟公安来了，看守的人会通知一声。学着刚刚那个人，心疼的将2毛钱递到了门口男人手中。那男人看了顾念一眼，随即侧开身朝里面走去，就看见一个胖乎乎的年轻男人拉着路过的人展开了手里的兜子。顾念也好奇的凑上去瞅了2眼，竟然是大米。只见那2个人因为价格问题来回拉扯着，可能是没谈拢，那人一点没买，转身就走了。顾念见状，心里一喜。大哥，这细粮咋卖？小胖子上下扫视他一番，转身就要走。顾念连忙一把拉住他，你给俺看看，万一俺买呢？你这人真不会做生意。那小胖子听顾念这么说，乐了。都是细粮，大米7毛1斤，你买吗？真贵，粮店虽然要票，但是3毛31斤。见他犹豫要不要买的样子，小胖子觉得有点意思。你别看我卖的贵，但是我这个米好，精米，壳脱得干净，比粮店卖的好多了。这粮一般人弄不来，而且我不要粮票，你要是买多我给你便宜点，咋样？俺要是买50斤，能便宜多少？小胖子一听笑了。大主顾呀，这时候细粮贵，家家户户还是以粗粮为主，难得遇到买细粮的。妹子50斤，我给你便宜2块，你看行不？见小胖子松口的如此之快，顾念这种杀价专家来劲了。那除了便宜2块，再给加5斤玉米面。小胖子见顾念爽快，又向他推销了些其他东西。顾念要了20斤的富强面粉以及10斤花生油，就没买别的了。2个人经过一番拉扯，面粉是7.5毛1斤，花生油1块1斤，加上大米总共60元。同时也知道了这个小胖子叫赵三儿，70、80斤的东西当然不可能拿到黑市里来了，只能约好晚上取货的时间地点。大哥，你们收野味吗？收啊，什么都收，什么肉，活的还是死的呀？野牛，活的，可大了。你们给啥价？要是给少了，俺爹说要留着自家吃。自己吃怎么行？这是多败家的爹。妹子，价格你放心，野猪现在是稀罕货，肯定能卖上好价钱，自家吃浪费了。不过价钱我做不了主，带你去见我们老大。毕竟第一天认识，顾念也不敢跟着赵三儿走。俺在这等你，你去把你们老大叫过来。那你在这等我，别走啊。行，你快去快回。要是赵三儿靠谱的话，以后有野味都可以送到县里。没一会儿，赵三儿就领着一个刀疤脸回来了，向顾念介绍：“这是刀哥，这片都归刀哥管。”顾念一听明白了，感情人家黑市还是垄断市，自收自卖，不管怎么样，不耽误他赚钱就行。那刀哥见到是一个小姑娘，凶狠的脸上露出一股和蔼的微笑。顾念看见，不禁抽了抽嘴角，这笑确定不会吓到人。黑市牛肉不要票，现在1块1斤，但是野牛有股骚味，我6毛5收，你有多少？顾念觉得价格还算公道，野牛不如家牛肥，瘦肉多，价格便宜一些也正常。而且他也没有时间再去打听别的地方收猪的价格。一头大的，你带个秤来量。时间定在了晚上8点，黑市旁的小树林见，一手交钱，一手交猪。顾念对于今天的行程十分满意，不仅买到了粮食，还把野牛给卖了。眼前这个女人大晚上不睡觉，跑到小树林，从空间取出一头野牛。不一会儿，来了3个扛着麻袋的人。大妹子，别怕，是我们。来人正是赵三儿和刀哥，还有一个顾念不认识的男人。妹子，你一个人扛过来的？怎么可能？俺一个人哪抬得动？这是俺村民一同逮住的，村长不好出面，他们都在林子那头等窝里。赵三儿一想也对，他一个男人都抬不动一头牛，也没再问什么，用撑杆穿过捆牛绳，另一边用秤砣称重，举了半天愣是没举起来。一旁的刀哥明显也是看不过去了，你真是白长这么胖了，一共549斤，356块8毛5分。之前你订的货60元，我再给你296块8毛5分，你算算对不对？没问题，你们可以走了，一会俺爹他们过来接我。刀哥点点头，给赵三儿使了个眼色，赵三儿立刻心领神会，一脸笑意的凑过来。妹子，下次有这好东西再给哥送来，价钱肯定不能让你吃亏。
那下次来，我去哪儿找你们？赵三儿从兜里掏出早就准备好的纸条，塞进顾念手里，随即三人转身扛着野牛离开。看着手里一摞子大团圆，真的是越想越兴奋，恨不得马上回村里抓野牛，将地上的粮食跟纸条收进空间中，快步离开了树林。回到招待所时，已是晚上9点多。奔波一天的身体实在累极，他洗漱后上床休息，紧张的精神一放松，很快进入了梦乡。第二天一早，顾念到了考试地点，已经有不少人在兴县卫生保健所门口等候着，三三两两的围成圈闲唠。这时从里面走出个身着白大褂的医生，引导众人来到考试地点门口，逐一念姓名并核查介绍信和报名表。顾念找到位置坐下，很快试卷就发了下来，他提笔开始答卷，刷刷刷提笔写字。林医生有些好奇，走近一看，瞬间惊住。这个考生写的全对不说，一些想法还比较超前，有没有用暂且不提，但就这前瞻性就难能可贵。林医生目光灼灼地盯着顾念的试卷，并把顾念的名字和推荐单位牢牢地记在心里。顾念倒是不知道林医生的心理活动，只是好奇监考老师怎么下来不走了，看看自己的试卷，他感觉没什么问题，举手示意交卷。出门右拐第2个房间，还有一项实操考试。顺着老师说的方向走去，来到房间后，就见到几个穿白大褂的老头在屋内闲聊。请问这里是进行卫生员考试吗？其中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面带笑意。进来吧，把门带上。你之前培训过吗？我怎么瞅着面生？培训课我没赶上，但是我有医学基础，原来学过。中医还是西医？西医，内科。听见顾念这么说，那老头没继续问，只是指了指一边躺着的患者道：这是刚到的患者，也是你的考试内容，你去看看他得了什么病，问诊意见和治疗方案写出来，交给我，考试就结束了。那患者躺在病床上咳嗽不止，顾念一个照面基本上就能确定患者是上呼吸道感染这类病症，但为了准确无误，还是做起了体格检查。咳嗽这种情况持续多长时间了？吃过什么药？咳嗽半个月了，之前吃了2片对里消炎药，什么素来着？咳嗽半个月了，这可能比上呼吸道感染要严重。他拿起听诊器放在患者肺部位置，发现这个患者有胸廓呼吸运动幅度减少，叩诊稍浊，听诊时伴有呼吸音低和失落声，心律不齐且明显增快。顾念知道问题大了。大夫，我这病严重吗？咳嗽拖半个月才过来看，你还怕严重啊？你原来是普通的上呼吸道感染，因为劳累、受寒加上酗酒，症状严重了。现在应该是发现成大叶性肺炎了，需要住院挂水一段时间。大夫，这么严重吗？厂里这段时间正是忙的时候，说到这汉子也有些后悔，早点过来治疗好了。你给我说说大叶性肺炎治疗手段。患者若出现明显麻痹性肠梗阻或胃扩张，应暂时禁食水，必要时应行胃肠减压，直至肠蠕动恢复。若出现胸痛剧烈感受，可酌情使用镇痛药。镇痛不建议用阿司匹林等解热镇痛药，以免过度出汗、脱水，干扰真实热型，导致后续医生临床判断错误。我是县医院呼吸内科吴国良，你叫顾念是吧？我记住你了。吴老师，我还需要把刚才的诊断写下来吗？不用了，你的诊断和治疗，我们几个老头子都听到了，非常精彩，能看出来底子不错。各位老师，那我接下来还需要做什么？回去等着听消息吧，能看出来医学基础很扎实，有时间可以来县医院找我交流学习。小同志，还不谢谢吴主任，吴主任可是呼吸内科的大拿。吴老师，我对呼吸内科确实很有兴趣，但是我是下乡的知青，可能没那么多机会来县城。我可以给您写信吗？吴国良也没想到，这小同志竟然是插队的知青，给顾念留下了地址。吴老让他回去等消息。顾念走进了个僻静的街道，闪身进了空间，看着空间内满满的粮食，顾念满足感爆炸。果然，不管什么时候，女人的天性就是喜欢囤货。顾念又在供销社称了2斤不要票的糕点，买了2支牙膏和10几刀卫生纸。见时间还早，又窜进黑市，买了2斤五花肉、3斤板油和5斤排骨。那人见他买的多，又给他搭了2根没肉的骨头，炖汤喝刚刚好，带油水不说，主要是不要钱。回到知青点，就看见程春芬趴在床上呜呜的哭着。这个女人刚走3天，回来就看到知青点的姐妹哭得伤心。春芬，你怎么没去上工？顾念姐，你回来了。是办完了。程春芬见其他人还没回来，就将这几天憋在心里的苦闷一股脑的倒了出来。村里有一户人家看上了程春芬，想给儿子说亲。程春芬年纪小，也不想在乡下找，就婉拒了。程春芬就以为这个事就结束了，谁能想到第2天村里就传出了闲话，说程知青瞧不起农村人，让本就对知青点有些微词的村里人更来劲了。那户人家的儿子还不死心，天天来知青点找程春芬，时间久了，闲话越演越烈。知青点众人对此事也颇有微词。这就是村里都是一个姓的弊端，村里人一贯秉承帮亲不帮理的原则。也不怪程春芬气哭，这不就是屎盆子直接扣脑袋上了，解释都解释不清。
你既然不想在村里结婚，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只要你不回应，过段时间大家就忘了。以后那个张勇过来喊你，你别搭理，平时也远这点儿。知道了，顾念姐。可他这前几天下工后一直在外面喊，我怕耽误别人休息。顾念想了想，噗呲一笑，然后在程春芬耳边窃窃私语：“这样不好吧？”有啥不好的？来一次泼一次，绝对能甩掉狗皮膏药。顾念和程春芬二人将脏衣服拿到院里，将从井里压出冰凉的井水放在地上，坐等着张勇上门。顾念姐，人来了。还没等张勇喊出声来，顾念眼疾手快地将盆里的水飞速地泼向门外。这会儿天不冷，但刚从井里打上来，井水温度还是非常低的。冰的张勇直打寒战，气急败坏地想说些什么，却被顾念的叫喊声大打断。哎，你谁啊你？有病吧？站人家门口不吱声，吓我一跳。听见外面喊声的知青点众人赶紧跑了出来。这人不知道咋回事，我往门外泼水，他还往上迎。见顾念恶人先告状，张勇气得发晕，攥起拳头就要挥起来揍他一顿。许志远作为知青点负责人，连忙冲了过来，拦住了张勇。咋的？你在门口偷窥，被我逮到，还要打人，有没有人管呀？我要去找村长评评理。声音越来越大，周边渐渐围上来许多看热闹的人。张勇的父母和亲戚很快地赶来了，站在张勇身后和知青点们对峙着。沈村长过来的时候，看见这个场面，脑袋不禁痛了一下。知青和村民的矛盾最难处理，吃力还不讨好。咋回事？给我说说。我们要等大队长过来再说。村长脸色微黑，眼神一暗，待在一边不吱声了。顾念见村长吃瘪，心里暗笑。张家这样明显不把村长放在眼里，村长叔可是最记仇了。张大队长到的时候，就见这诡异的平衡。沈叔，怎个事？我也不清楚。张德顺家的说要等你来再说。既然这样，这事就你来解决吧。张大队长一听也觉得头疼，本来知青这块不归他管，他是主抓生产，张德顺一家真会给他找事。啥事儿？讲讲吧。大队长啊，他们知青欺负人了，你看给我家大勇泼的，全身都是湿了，你得给婶子做主啊。婶子就这一个儿子，要是有个好歹可咋整？谁泼的？我泼的，但我不是故意的。我在院里洗衣服，洗完往门外泼水，谁知道这个男同志一声不吭地站在门外。我还想问呢，这个男同志在知青点门口站着干什么？是不是在偷窥里面的女同志？听见顾念说完，张大队长脸色更不好了。这时候偷窥女知青的罪名可是要送去劳改的。小丫头年纪轻轻，心思还挺恶毒的。张勇他妈心一沉，本以为那程知青是个脸皮薄嘴笨的，谁知道半途插进来个人管闲事儿。你放屁！我家小勇怎么可能偷窥？你个烂心眼的，瞎说啥呢？那请问这个同志在干嘛？张勇被问住，总不能说过来纠缠人家女知青。我路过就被你泼了一身水。知青点都在村委了，不知道去哪里，能让你这么千方百计的路过？张勇他妈见越说越没理，就要在知青点门口撒泼。大队长太阳穴更是突突的疼了起来。好了，这事就到此为止了。张勇，你以后没事不许来知青点这边，顾知青泼到人也不对，给张勇道歉。我都听你的，大队长，这位同志太抱歉了，没办法，谁让我院门没长眼睛。我不同意，得给我赔钱，我儿子生病了咋办？他儿子湿哒哒的站着半天，可不是为了听两句轻飘飘的道歉。一旁的沈村长心里一乐，这个顾知青真有他的。张大队长见张德顺家的不依不饶的，心里也来气了。你怎么看？你个大老爷们咋能让女人冲在前面？你表个态！一听张大队长唤他大名，就知道大队长生气了，再闹下去估计就不能管他们了。啪的一声将张勇他妈扇倒在地。大队长做的决定轮得到你一个妇道人家质疑，赶紧给我滚回去！张勇你也给我滚回去！他下意识的没敢回嘴，由着张勇给他扶了回去。众人见没热闹可看，纷纷四处散开。顾娃子，你过来。你说你回来就惹事，那么多人都不管，就你逞英雄。叔，我真是不小心，谁能想到他悄咪咪的站在门口，我还觉得冤枉呢。好嘛，反正以后自己小心就行。张德顺那家不是什么好相遇的，要不然张勇也不能一把年纪了还找不到对象。你这次考得怎么样？挺好的，叔，我感觉差不多。你咋知道的？给叔说说。我第2轮考试的时候，那县医院的吴主任夸我诊断得非常仔细，还问我村里有没有卫生室啥的。我寻思人家上级医生既然这么问了，我也不能给叔你掉链子，忙跟吴主任说，咱们的卫生室早就准备好了，独门独户的呢。叔，你看，虽然我是吹牛了，但完全是为了村里好。要是上级医生觉得咱们这不正规，再不给我过咋整？村长一听就明白了顾念的那点小心思。当你确定了职业资格考下来，再研究别的吧。说完头也不回的走了。第2天一早，见知青们来上工，有个别的大娘在那指着顾念窃窃私语。顾念姐，他们怎么能这样？我还没生气呢，你比我还气，说就说呗，又不会少块肉。走吧，上工时间快到了。歇了3天，
顾念割麦子的速度快了许多，沈英的脸色流露出一丝恨意。蒋晴已经和我分手，知青点的其他人也在隐隐的排挤我，我现在可以说是孤立无援。顾念把我害得那么惨，不过没关系，我马上就要回城了，和这些村里的土包子不联系也罢。蒋晴，希望你以后不要后悔。这个女人在地里分力工作的时候，耳边传来女人的尖叫声，男人们的咒骂声。一个男人抱头蜷缩在地上，3、4个人对着他拳打脚踢。一个衣衫不整的女人被村长媳妇抱在怀里，嘤嘤地哭着。都让开，村长过来了。村长和大队长顺着过道挤了进来。住手，快点停手！沈大，你们几个没听见我说话吗？那几人才停下了脚，让开了一条路。虽然那男人被打得鼻青脸肿，但顾念还是认出来了。嚯，这不就是请假在知青点休息的杜伟国？他不是疼得起不来床了吗？怎么在这里挨打？沈村长握着鸡腿的手微微有些颤抖。沈大，你说怎么回事？老叔，具体的咋回事我也不清楚。就在刚才我们几个回去搬农具的时候，听见有人喊救命，我们几个冲过去一看是梅子，就……沈大越说声音越小，而一旁的哭声却越来越大。沈村长哪里还不明白发生什么了？看着自家闺女哭得撕心裂肺，他心疼的像是被人钻紧捏碎一般。我要把杜伟国这个畜生送去劳改农场，送到公安局枪毙。梅子，你说。被母亲环抱着的沈小梅只是失声痛哭着，她要把前世所有的恨和不甘全部哭出来。躺在地上的这个畜生害得她家破人亡，飘零半生。她做了这么久的局，不惜牺牲自己的名声，就是为了要这畜生受到应有的惩罚。杜伟国还没缓过神来，刚刚他和沈小梅正式情浓时，刚要再进一步，就见那疯婆娘突然自己抓开衣服，叫嚷着向村路上跑去。怕别人误会，他只好用力抱住沈小梅往仓库拖去。然后沈大他们几个就出现了，不等他解释就开始揍他。大家误会了，我和小梅在处对象，刚刚闹着玩呢。沈村长脸黑得更明显了，他一点都看不上这些知青们，手不能提，肩不能扛的，他绝不可能同意闺女嫁给知青，他闺女是要成为大学生的。你说小梅跟你处对象，我怎么不知道？杜伟国哑然，是他不让沈小梅告诉家里的，毕竟他也怕说了之后沈村长不同意。梅子，别哭了，说到底咋回事？村里会给你做主。爹，我没有，这段时间不知怎么了，总能和他偶遇，今天更是，他要，话还没说完，沈小梅又哭了起来。众人哪里还不明白，这明显是杜之青玉对沈小梅不轨，被沈大他们发现并制止了，引得围观众人议论纷纷。天哪，平时看着杜之青还挺老实的，真是人不可貌相啊！这群知青都不是啥好人。杜伟国听见周边人的话，眼前阵阵发黑，这罪名要是坐实了，他可是要被枪毙的。不行，他得镇定。思绪翻涌间，想到沈小梅平时的所作所为，杜伟国猜测，可能是他刚刚的行为吓到沈小梅，才导致沈小梅慌不择言的。他得好好轰轰沈小梅这个蠢女人。只要他承认了恋爱关系，正好他们的婚事就可以直接提上议程。沈村长不同意也没办法了。小梅，你怎么能这么说？难道我们那些海誓山盟都是假的？你不是说等你成年我们就结婚吗？杜伟国眼里的悲伤自然流露，毫无作为的痕迹，让围观的众人不由产生疑惑，难道是错怪杜之青了？沈小梅见杜伟国露出的这份恰到好处的悲伤，先是恍惚了一下，接着就是翻天覆地的恨意，就是这副嘴脸和神情，将年少无知的自己骗得好惨。这会儿仔细看杜伟国的脸，那悲伤的表情中明显带着一丝不屑，真是太小瞧他了。杜之青，你在说什么呀？什么海誓山盟？什么成年结婚？我早就成年了，你这话编的也太假了吧！而且全村都知道我在相看人家了，你这是在毁我名声呀！围观众人的表情变得有些耐人寻味，看向杜伟国，眼里全是厌恶。村长媳妇找说媒的给沈小梅相看的事，确实村里人都知道。这么一看，果真是杜之青在说谎。听见沈小梅的话，杜伟国只觉得有句雷轰的一声在耳边炸开，将他炸得耳聪目明，之前一些想不通的地方全明白了。怪不得沈小梅和他见面都在晚上，怪不得见有人过来要和他装作不熟，怪不得他竟天真的以为小梅是怕旁人看见，在村长面前胡说，村长会难为他。原来这段时间不只是他在演，这个恶毒的女人也在演。他不敢相信会被一个村里的蠢女人给摆了一道。他还有些疑惑，沈小梅为什么要耍他？他虽然带着目的性接近他，但是他以后会对他好的。这个蠢女人这是要毁了他呀！现在不管怎么样，保命要紧。他连滚带爬的来到沈小梅面前。小梅啊，你怎么能这么对我？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我改行吗？沈小梅见这样的杜伟国，只觉得解气，果然是苍天有轮回。前世他也是这么跪在他脚边，苦苦哀求的。前世杜伟国没放过他，现在他也不可能放过杜伟国，没让他家破人亡，以示宽容，随即装作害怕的样子，往母亲身后躲去。你在胡说什么呀？我听不懂。老头子还看着干嘛？赶紧叫公安，把这个人面兽心的畜生抓进局子里。杜伟国听见要送他去公安局，更是害怕，心里一狠，咣咣咣的在地上给沈母磕起头来。杜伟国见磕头没用，只得把目光放在知青点众人身上，希望能获取一些帮助。场面一时静谧住。
顾知青，你看到的，我跟沈小梅在搞对象，对不对？众人将目光聚集在顾念身上，显然是想听听他怎么说。感受着周围人的探寻，以及杜伟国的哀求，还有沈小梅的注视，只觉得一阵头疼。怎么看个热闹，这把火还烧到了自己身上。顾知青，你说得说实话，现在他俩个执一言，只要你能证明他俩是什么关系，这件事的定性完全不一样。这个女人因为吃瓜，结果把自己坑了。我不清楚他俩什么关系，杜知青为什么说我知道？那天晚上你看到了呀，我和他在谈恋爱，在知青点门口。他想起了，仔细看了眼村长媳妇怀里的女孩，的确是那天晚上和杜伟国说话的人。好像是有天晚上我下山时看见他们2个人在说话。顾知青看见了，我们当时在处对象。再说一次，我只是看见你们在说话，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既然事情已经明了，送到公安局影响村里的考评，就把人退回知青点吧。沈村长的目光看了看知青点众人，也没说什么，扭头便走了。见事情落定，张大队长喊众人回去上工。你对知青点的事上点心，最近知青点出的事太多了。许志远点了点头。见热闹结束，众人稀稀拉拉的回去上工。哭有什么用？到底怎么回事？现在没外人在，给我说明白了。爹，我和杜知青没什么的，只是二哥总在我耳边念叨杜知青人老实，我才想着接触一下，结果接触下来才明白杜知青就是为了那个大学生名额才故意接近我的，所以我就远了他，结果今天他……沈村长一听，这事里还有自家老二的身影，哪里不明白？这个蠢货肯定是让人给利用了。幸灾乐祸往家赶的沈有德还不知道，自己被沈小梅给摆了一道。他站在家门口，收起了脸上的笑容，装作愤怒的往屋内冲去。杜伟国那个王八羔子敢觊觎我妹妹，看我不弄死他！等了半天也没人来拦他，沈小梅早就搞清楚了，自家二哥看似精明，实则就是个蠢货，他二哥就是被人给忽悠了。爹，我早就说过，让小梅早点嫁人，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见他爹没说话，沈有德越发觉得自己说的有道理。哎，要是早嫁人了，哪有这么多事？你妹子出这事儿，不是你怂恿的？我啥时候怂恿的？这屎盆子不能扣我身上啊！爹，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为啥平时好事赶不上我，出这种事就让我背锅？爹，你说说，你把老大老三都安排了，到了我这你就无能为力了。行，我不怪你。那这回大学生名额呢？你连早晚要嫁出去的妹子都考虑到了，也没想到我，怎么？我在你心里只配在地里刨食吗？沈村长并没有因为沈有德的话感到内疚，反而更是气得浑身发抖。你终于把心里话说出来了吧？你就是为了这个名额，百般在你妹子耳边说那知青这里好那里好的。你想过你妹子要是真嫁给那知青，以后过的是什么日子吗？你想过吗？沈有德被他爹说的哑口无言。我是没想过，可是我没办法呀。爹，桂花怀孕了，我不想我的后代跟我一样在地里刨食了。爹啊，帮帮儿子吧。我没帮过你吗？你听我的话吗？我送你去上学，你不好好读书，让你去当兵，你怕苦怕累。你说说，你和你大哥三弟能比吗？你大哥部队转业，按道理也是给安排工作的，我只是帮他活动到了个轻快的地方，毕竟他身上有伤。你三弟呢，高中毕业，我就给提供了招工的消息，你小弟自己就考上的。你说说，我怎么帮你？要不是你有个当村长的爹，你以为轻巧的活轮得到你？有德呀，人要学会知足。沈村长说完，见自家儿子不为所动，就明白了，这孩子想左了，掰不回来。既然你不服，那咱们就分家吧，你过你自己的日子，有多大本事就享多大福。老头子，不至于的。爹，只有沈有德一脸懵逼，怎么就到了现在这种状况？爹，你不要儿子了吗？儿子知道错了，儿子知道错了。老头子，你看儿子都认错了，可不行说分家的话了。父母再不分家，这是祖宗留下的规矩。爹，桂花有娃娃了，爹你马上就能看见后代了，怎么能分家呢？沈村长像是下定决心一样，完全不为所动。我已经想好了，我年纪大了，这些事再来一回两回我受不住。你明天托人叫老大老三回来，先把家分了，要不我100年之后也得分家。说完就头也不回的走了。三人见沈村长离开，就清楚这件事是没有转圜余地了。沈小梅也有些茫然，她只是想让老爹给二哥一个教训，让他以后别再犯蠢。谁曾想这会儿谁也没有了说话的心情。顾念原本和程春芬约好下工后上山摘果子，结果传来去晒谷场集合的消息。顾念姐，你怎么才过来？和你一组的沈英早早就跑过来了。我今天活干的慢点，知道啥事吗？把大家都喊过来。估计是白天那事吧，听说杜伟国送回知青办了，东西都拿走了。你听谁说的？我听许知青同李知青说的，李知青还说杜伟国可怜呢。这像是女主说出来的话吗？开始走白莲花路线了。今天把大家叫来是有2件事宣布，第一件事就是知青杜伟国违背妇女意见，实施的耍流氓行为，通过村大队讨论决定退回给知青办，并如实反映情况，等待知青办处理。
当时知青办主任就对这么恶劣的行为做出了答复，将知青杜伟国下放到劳改农场进行劳动改造，争取早日做人。村长说完，人群里响起里此起彼伏的鼓掌声和叫好声。安静，我要说第二件事了。大家伙都知道，咱村去年劳动生产全公社第一，这是所有社员共同努力的成果。公社这边也给了我们支持，由我们村推荐一名工农兵大学生，这是一件大好事啊。虽然今年我们名额只有1个，但是只要大家努力搞生产，明年或许2个3个，你们说对不对呀？村长，你就别卖关子了，快说是谁吧。原书中这个名额最后是杜伟国拿走了，现在杜伟国完了，也不知道村长会给谁。经过大队研究决定，今年的名额给张有生。有生是大家伙看着长大的，初中毕业，现在是咱们村小学老师。他爷爷是元朝战场上牺牲的烈士，他爹是咱村修水渠时救人被水冲走的，这是全村人都知道吧？我就问问，这个名额给有生，有人反对吗？村长，给有生应该的，他们一家确实付出的多，我同意。我也同意，我同意。村长看见这种情况还是挺满意的，喊了一嗓子散会，转身便下台走了。听到名额宣布还不是自己时，沈英只觉得脑袋一空，竹篮打水。沈英呢？不能出什么事吧？这可真没准，沈英为了大学生名额都魔怔了。孙甜甜回去做饭，其他人跟着我回去找找。他可真多事，这么大的人了，自己不回知青点，不知道要说一声吗？还得大家回去找他。等到众人跑回晒谷场时，就看见沈英一个人呆愣愣地站在原地。没希望了，没希望了。李木然和程春芬2人半拉半拽地将沈英拖回了知青点。名额落定后，不管是知青点还是村里，都消停了不少。沈村长将在粮站和线钢铁厂上班的2个儿子都叫了回来，还请了族里老一辈人来做见证。平时都是我帮村里人主事分家，轮到我家还是我来吧，毕竟轻车熟路了。哈哈，沈老叔辈分大，正好当见证人。父母再不分家，这村里留下来的传统，原本以为是村长家的几个儿子撺掇的，今天这一看，怎么几个孩子看着有些不愿意，村长还挺高兴，搞不懂啊。虎哥，你真的想好了？我见几个孩子没有想分家的意思。老叔，你不用劝我了，我都想明白了。儿孙自有儿孙福，我现在年纪也大了，也不能一直管着他们，还不如现在分家，让他们独立生活，我这几年还能照看着点。分家之后，你们多回来看看我和你娘，就是孝顺了。一旁的村长媳妇忙抹了抹眼泪，平时小事他都能做主，真到了分家这种大事时，他必须得听自家老头子的。先从房子开始说，家里正房2间，东西偏房各1间，正房我和你们娘1间，老大1间。老大是长子，我和你娘以后也有老大养，等我们去世后，我们这间也归老大。东厢房现在是老2在住着，就归老2了。西厢房归老3，不过现在小梅在住，小梅早晚得嫁出去。老三，你的屋子先借妹妹住，没问题吧？肯定没问题啊，爹，我平时也不回来，回来时候跟你和我娘挤挤就行，还能让我娘好好稀罕稀罕我。听见老三的话，众人笑成一团。咱家就属你最皮。村长见老三没意见，又问了其他2个儿子，毕竟分房子不是小事，2个儿子都表示没意见。见自家男人摇头后，田桂花狠狠地对了他男人一下。沈村长的角度正好能看见夫妻俩的小动作，瞬间好心情都被破坏了。儿媳不贤毁3代呀！当初他就不同意把田桂花娶进来，偷奸耍滑，偷听公爹墙角，为难小姑子，撺掇家里不和。越想，沈村长越觉得这家必须分。房子没问题了，接下来就是家里的钱。家里的钱一直是我管，这里面有老大老三每个月上交的1半工资，我们老2口子和老22口子的工分，账面上一共还有936块。咱家老大老2结婚都是家里出的钱，基本花销都在100左右。家里一共4个孩子，不能厚此薄彼，我准备给老三和小梅都留出100块结婚使用。爹，可不能这样分呐，那小梅一个女娃娃怎么能和男娃一样多呢？这时候娶个媳妇，给彩礼办酒席，100块也绰绰有余了。他一直都知道他爹他娘偏向他，可是这也，他要是拿了这100，2个嫂子心里肯定不得劲。爹，不用给我这么多，我以后会自己赚的。你看看，你们都不如你妹妹有志气，老2家的，我为啥给小梅100块钱？你心里不明白吗？老2，你明白不明白？爹，我同意，这是该给小梅的。那可是100块呀，普通人家给闺女置办10块钱的嫁妆，都算是挺有面子的事，咋他沈小梅镶金边了？当家的，你怎么能同意？田桂花，你闭嘴！男人说话轮得到你插嘴吗？是不是想让我把你送回娘家去？老大，你什么意见？我没意见，爹给我分啥是啥。小梅也是我亲妹子，给小梅不算给外人。爹，你别问我了，你说啥我都同意。这么大人了，还没个正形，等过段时间让你娘给你介绍个对象，早点成家，就不担心你了。只有我受伤的世界达成了，剩下的736块分成4份，你们3个1份，每家184元，我和你妈留1份养老钱。剩下就是家里零零碎碎的小物件，
那都是我和你妈早年置办的。你们现在也有钱了，自己置办一套吧，谁都会有这个阶段。家里的口粮就是我们老夫妻同老二一家，外加小梅的，就按人头分。以后老二一家单独开火，小梅跟着我们吃。家里的2只鸡，平时都是小梅和桂花在喂，老二家的1只，我和你们娘1只。养老这块，我和你们娘研究了一下，现在我们还能下地干活，现在就不管你们要养老钱，等60岁以后，我们俩归老大家养，老二老三出养老钱，就根据村里一般情况来，先一家5块，都没问题吧？老叔，还有哪块没分清楚吗？差不多了。你们爹这些年省吃俭用，把你们抚养长大，还给你们娶媳妇，不容易啊。分家之后都好好过日子，你俩离得近些，没事多回来看看你爹你娘。你也一样，你离得远点，不过也得常回来，要不真是白养你一场了。为啥挨说的总是我？既然都没意见，那就签字吧。一家手里1份，村里备份1份，一共5份。众人签字按手印，自此分家大戏落幕。这个女人大清早就上工了，得到通知去村大队办公室。村长找我啥事呀？好事啊，大好事！顾知青，你的卫生员资格证刚才公社给送过来了。这么快，这才过去几天，县里效率也太高了吧？小念这个女娃娃着实不错，给咱们大队长脸了。既然挣下来了，咱们的政策是不是也得跟上？那肯定得跟上，要不公社下来检查的时候也没法说。不过村里还有空房子当卫生室吗？在村大队不就行了？村大队还有剩下的空屋？我看后屋那2间不错，一个屋收拾出来给女娃娃住，另一个屋留作看诊用。村大队这边的门封上，在后院开个门，不就正好？还得是你啊，老叔，这安排正好，正好顾大夫一个人住，也不怕有危险。毕竟村大队周围都是人家，比住知青点还安全。现在的村大队原来是地主家的院子，这个院子分前后院，前院8间正房，东西4间偏房，后院原来是仓库和杂物间，只不过在建国后收拾出来了，现在是空着的状态。不得不说，沈村长是给顾念找了个绝佳好位置。你这几天也不用上工了，去公社跑跑手续，把该领的药品领回来，收拾卫生室的事就不用你操心，村里肯定给你安排好。先跟村里人说一声吧，要不然顾知青不去上工，我的耳朵都能让这群老娘们给吵炸了。确实这么回事，这一天天上工的事都不用他们盯着，村里人自发监督着彼此。一群人浩浩荡荡的来到了晒谷场。各位村民，知青请注意，接下来我要说一个好消息，咱们村的顾知青顺利通过县里卫生员考试，以后咱们张沈村要成立自己的卫生室了，社员们看病就不用往公社跑了，你们说是不是好事？这可真是大好事啊！正好我腰疼，晚上得让顾知青给我看看。村里众人对田知青考上卫生员的事还是认可的，毕竟谁还没个头疼脑热的时候。顾知青以后就是村卫生员，以后村民看病拿药也不用给钱，全记账，年底公分结算。我和张大队长商量了一下，决定农忙时给顾知青记7个公分，农闲时记3个，大家伙有什么意见吗？众人都是纷纷表示同意。我知道大家都有些大大小小的毛病，一直没舍得去医院瞧瞧。不过这几天先别忙着去顾知青那去看病，卫生室还没建好，顾知青也没去公社领药呢，你们就算去了，顾知青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村长你放心吧，我们肯定卫生室建好再过去，反正顾知青也跑不了。听见这话，大家伙哄堂大笑起来，不过大多都放下了立刻就去找顾知青看病的心思。村里要建卫生室的消息一下子就传开了。顾知青可真厉害，顾知青还不是沾了村里的光？可不能这么说，还是顾知青自己有本事。有些人培训了好几年，不还是没通过，典型占着茅坑不拉屎。这确实是，村民才不在乎谁来当这个卫生员，只要能给大伙带来便利，谁来当都是好的。一旁的沈小妮气得不行，哭着跑。妮儿啊，哭啥子？谁欺负你了？跟娘说说。娘，村里卫生员大伯给新来的知青了，那我咋办啊？这是你大伯跟你爹说过了，之前为了给你留名额，村里好几年没卫生员，村里人怨气颇大。这次顾知青能通过考试，是人家的本事，你闹也没用。哼！只见自家闺女还是一脸不服气。你有生多不是去上大学了吗？我和你爹商量了一下，想给你俩定个亲，等有生大学毕业，就是干部，你就跟着进城过好日子，这不比在村里当个卫生员强？听着自家娘这么说，沈小妮儿害羞的低下了头。哼，顾知青当了村医又怎样？还不是要做一辈子泥腿子，自己可是要做城里人。这边顾念毫不知情，他现在正忙着在公社跑手续。来公社的时候快到晌午了，办事员很不耐烦地接待了顾念。这位同志，你先在门外等我吧，班长的这些档案都是机密，等好了我叫你进来。顾念听到这话，只好站在走廊楼梯口处透气。这时候2楼下来一位很像领导的男同志，大约50多岁。小同志，你是过来办事的吧？现在是午休时间，办事员都下班了，你下午再过来吧。领导，我是上午下班前过来办事的，里面的同志半天还没办完，让我站在外面等会儿。这可真不是他有意告状，碰巧了不是。许书记听见这话，仿佛明白了什么，
脸色一黑，带着怒气直接推门而入。里面的办事员不耐地开口：“不是让你……”抬头就望见许书记走了进来，办事员连忙放下手里的点心，慌慌张张地站起身：“许书记，您来了，有什么事要吩咐吗？”这位小同志的材料给我看看。办事员连忙将整理好的材料递给了许书记。昨天去县里开会，顺道见见老战友，就听老吴一直在他耳边念叨，他们公社有个学医的好苗子，今天就见到本尊了，这真是巧啊！你现在办吧，我们俩去门外等着。不用，马上就好，这都审核完了。信息表一一盖章，双手递给顾念。见事情办完，顾念想向许书记道谢告辞，就被许书记打断了，并邀请他上楼坐坐。县医院的吴主任跟公社许书记是战友，曾经在一个师，只不过吴主任是医疗兵，转业后又都来到了兴县。怪不得瞅着吴主任一把年纪了，还是那么精神奕奕的，原来是军医出身。你在乡下好好干，干一行就要精一行，尤其你以后要做医生，救死扶伤的行业，干不好可是要出人命的哦。放心吧，许书记。哎，人年纪大了，看见你们这些小辈就喜欢多说几句，你不要见怪。您那哪是多说几句，您是有意在指点我们这些小辈该怎么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奉承的话谁都爱听。许书记笑容更大了，这一幕正好被刚刚的办事员看到，吓得他就是一哆嗦。以后可不敢再得罪他了，许书记不能给我小鞋穿吧？顾念带着公社盖章的手续，连午饭都没来得及吃，直奔公社医院而去。现在最重要的事就是领药。医院导诊台前只有一个值班护士，百无聊赖地打着哈欠。看啥病？这会儿的公社医院是典型的大病治不好，小病治不死的状态，而村里人小病基本上挺挺就过去了，因此公社医院基本上没什么患者。您好，我是张沈村的卫生员，过来领药。护士看了顾念带来的介绍信，你在这稍等一会儿。说着起身往药品登记室走去，不一会儿将药品单里写着的药拿了出来，让顾念检查一下签字。他接过小护士手里的药品单，上面含有基本的医疗器械和常见病的基础治疗药物。顾念从兜里掏出一把大白兔，塞到护士小姐姐的手里，扫过护士的胸牌。感谢于同志了，这么热的天，还麻烦你来陪我找药，下次来给你带冰棍儿。那护士有些惊讶，从村里来的那些卫生员，每一个都是想方设法的从他们医院占便宜，这是头一个主动给他塞糖的。那我就不客气啦，有的时候是梁姐值班，梁姐对药品管理特别严，不愿意给村里卫生员拿药，我单号值班，下次来取药你还找我。估计是那位梁姐想利用拿药的事收点好处。对了，卫生员每个月给补贴3块钱哩，你别忘了领。没想到随手给了把糖效果这么好，于同志，我叫顾念，你以后叫我小顾就行。我还问问从哪能申请手术刀呀？你还会用手术刀呀？我家里人有外科医生，我小时候在医院长大的，从小就摸手术刀。听到顾念说家里有人当医生，小护士也就不惊讶了。我给你拿出来的这些都是单子上统一发给卫生员的药品和器械，如果有特殊器械需求，要拿来公社的说明，提前申请。不过你第一次来，不知道这些规矩，我这次就给你拿一套新的，你可别对外面说哦。本来以为没戏了，结果意外之喜。果然不管到什么时候，人情往来都很重要。找了人少的地方，将药品嗖的一下全部收入空间中，快到村口时，又将空间里的一大箱药品拿了出来。远远的就看见村口有个男人向这边张望着，走近一看，原来是村长的侄子沈大。那沈大面色却有些焦急，看到顾知青回来，整个人激动的差点朝着顾念扑上去。顾大夫，我来搬。两人一路疾行，来到村大队，里面大队长和村长都在等顾念回来。咋样？药都拿回来了，都啥药？村长虽然没说话，但蜷坐在凳子上的身体也直了些。有常规的碘伏、酒精、生理盐水、感冒药、消炎药、退烧药、止泻药以及一般的医疗用品，比如无菌纱布、缝合针线。消炎药给了多少？医院的份额是1个月10粒。这么多？消炎药在这时候可是个好东西啊。村长叔，那卫生室修的怎么样了？你不会以为我们1个下午就能给你整好了吧？过几天该秋收了，大家伙也就忙起来了，所以你村长叔这几天肯定能给你弄好。听见张大队长这么说，顾念就放心了，和二位告别后就回了知青点。其他知青对顾念当上村医这个事虽然有些吃惊，但大部分人没什么感觉，毕竟他们不会治病，不是顾念也会是别人。顾念自己也很低调，毕竟要单独出去住了，他不想多生事端，这也避免不了有人眼红。见顾念进屋，程春芬开心地往他身上扑去，眼睛里还带着崇拜的小星星。一边的李木然酸溜溜开口：明显人家要单独出去住了，有些人还凑上去给人家当狗腿子，也不看人家愿不愿意。果然自己是什么人，看别人就像什么人，你说是吧，春芬？
程春芬没忍住笑了出来，屋里的人都没忍住笑出了声。李木然见状，脸色涨得通红，又无可奈何，起身往门外跑去。顾念拿着洗漱用品来到后院开始洗漱，就听见身后传来一道幽怨的女声：“顾念，那天晚上你去找村长，去说的这个事，对吧？”“对，你说的没错，那天我就是找村长说这个事。”听见顾念大方承认，沈英更得意了起来。“我就是让村长给我个参加考试的机会，前几天请假，我去县里考试。你不会以为村长能够管到县里吧？”“但是村长还是只让你一个人去参加考试，这点我没说错吧？这就是不公平。”“是啊，但是这个机会是我自己争取的，是我救了差点噎死的狗娃子，村长觉得我能行，才同意我去考试的。当然，你要是觉得自己也可以申请去参加考试，我相信村长应该也能同意。”顾念不知道村长会不会同意，但他要稳住沈英的情绪，总感觉沈英这精神状态有些不对，看来得找个机会跟沈村长提一嘴。见沈英呆愣在原地，他抱着盆越过沈英回屋睡觉。毕竟去公社一趟，来回几十里路，全靠2条腿，实在累得慌。不一会儿，顾念就陷入了沉睡。接下来几天还算安稳，知青点也没人作妖，跟着众人下地干些轻快活。虽然沈村长已经说了，顾念不用再上工，但考虑到卫生室还没修建完，村里也没人找他看病，天天在知青点待着，容易被人嚼舌根，还不如出来运动运动。毕竟过了这几天，他以后再也不用下地了。想到这儿，顾念觉得干活都有劲了，把手里的镰刀舞动得飞快，看得一旁大娘啧啧叫齐。经过大家伙的共同努力，顾念的卫生室终于完工了。此刻他正一脸兴奋地打量着未来要住好几年的小窝。顾念回知青点收拾东西时，恰巧所有人都在。在负责人许志远的带领下，几个人纷纷主动要帮顾念搬东西，就连平时和顾念不对付的女主都主动搭了把手。李木然虽然嫉妒顾念可以自己搬出去，但是想到这个知青点终于没人和他唱反调了，他还是很开心的。而其他女同志们倒是没想那么多，只是觉得少一个人能住的能宽松些。众人来到修缮好的卫生室后，李木然看得眼睛都红了。“今天辛苦大家了，不过这是卫生室，人来人往的招待大家伙也不方便。明天我去公社割点肉，咱们回知青点一起吃个饭，也算是我感谢大家帮我忙里忙外了。”“大家都是知青，本来就应该互相帮助，割肉就算了，大家吃口便饭就行。”听到许知远的话，几个女生神色有些耐人寻味。“没事的，毕竟几位男同志没少受累，得吃顿好的补补。”听见顾念这样说，再看看几个女生怨念的眼神，许志远也就没再劝了。众人走后，顾念将自己住的屋子挂上了布帘，这样就算开着门，来看病的也看不到里面，左右看看，满意笑笑，这才像个家。心满意足地欣赏完自己的劳动成果，顾念累得都直不起腰，收拾好自己，上床休息。一夜无梦，顾念睡了个好觉，第二天早早就起来开门迎客。他本以为今天会忙不过来，毕竟村长宣布那天，好多人都吵着要过来看病，结果等了一上午，一个人也没有，顾念整个人都傻了。不过转念一想，也理解，这会正是秋收农忙的时候，不着急的小病，估计得等下工后过来，毕竟旷工一天要少好几个工分的，那可都是粮食。想通了后，顾念将空间里的高中课本拿了出来，他之前在知青点一直没机会看，趁着这会儿不忙，可以好好翻一翻。正当顾念背得起劲时，门外传来了村民的叫喊声：“顾大夫，不好了，不好了！”听见外面村民的叫喊声，顾念心里一惊，赶忙丢下手里的书本冲了出去，在门口正好撞见要进门几个人。沈大看见顾念，仿佛见到了救星一样：“顾大夫，你快给大庆看看！”只见那板车上，一个男人抱着腿躺在板车哀嚎，旁边还站着一个哭得泣不成声的女人，显然是患者的家属。看向不知所措的几人，赶紧抬进屋里。听见这话，几个汉子七手八脚的将人抬进了屋内。顾念赶忙上前查看情况，只见患者膝盖下有大片的血迹，血混合着衣物紧紧粘在小腿上，看这样子必须将患者裤子剪开，才能看看具体伤情。但这时候衣物还是挺珍贵的，他怕遇见那种胡搅蛮缠的人。先给我说说怎么回事，得剪开裤子看看有没有伤到骨头，行吗？那女子忙点头。今天早上就感觉大庆有点无精打采的，就劝他歇一天，他非说自己没事，不耽误上工，然后割麦子的时候就把腿给割了。顾大夫，俺家大庆不能瘸了吧？听着患者家属讲述，顾念手上的动作也丝毫不慢，一番操作下来，完成清创。从药柜里拿出一支体温计，示意患者夹在腋下。顾大夫，这伤口不上药吗？这伤口过长，而且隐约见骨，需要缝合之后再上药，这样好得快。不过我得先看看患者有没有发烧。顾大夫，发烧跟腿有啥关系啊？咋还需要缝针呢？以前大夫不就是敷上药，包扎一下就好了？见几人疑惑的目光看过来，顾念耐心的解释，这种较大伤口靠自行愈合，可能要在床上躺2-3个月，但是缝合之后，
可能10天半个月就可以过来拆线了。但是这个时间不是固定的，还是要看患者的恢复程度。患者要是有发烧症状，缝针的时候是不可以麻醉的。经过顾念的解释，几个人就明白了，就是缝了之后好得更快。5分钟过后，顾念示意患者将体温计拿出来，拿起一看39度，这烧得这么严重，可不得迷糊吗？发烧39度，麻醉还是有危险的，直接缝合吧。我去找一块布给他咬着，别咬到舌头了。顾念去外屋找到了一条干净的白布，用水浸湿后，将浸湿的毛巾塞入患者口中，就开始下手开始缝合。大庆嫂在顾念缝合时一直在哭，谁家的男人谁心疼，这真的是遭了大罪了，又有些埋怨自己男人，现在不只是耽误上工了。在缝好的伤口处涂抹了些伤药，打了个结。顾念拿出发烧药给患者喂了下去。去公社医院打针破伤风。二人表情带有些犹豫。破伤风是要命的事，你们想好是钱重要还是命重要？那夫妻俩听到顾念说的如此严重，心里一阵害怕，连连点头答应。顾大夫要钱，记账，年底大队会和你们结算的。这几天不要下床走动，我会每天过去给你换药，好好休息。二人听到不用钱，连连道谢。顾念现在这个卫生室，大部分的药都有，但破伤风还真没有。像大庆这种严重的情况，一般都直接送到公社医院了，估计今天送过来也是想省钱。他将病房简单收拾了一下，将用过的工具一一消毒。忙活完后，也没了继续看书的心情，将早上吃剩的饭热了下，简单对付一口。而沈大几人想到要把伤员送去公社医院，要套牛车，于是又带着伤员折返回田里，找张大队长签字。大队长远远看着，拉着伤员的板车又折返回来。完了，看来小顾大夫不会治啊。见到张大队长后，沈大松了口气。队长，顾大夫让送去公社医院打针，我要套牛车，给签个字。张大队长一听要送医院，焦急的不行。还签什么签？我带你去套车。说罢，风风火火的带着沈大他们去套车了。在田里干活的人虽然手上没停，但全竖起个耳朵听呢。听说要送去医院，纷纷小声议论道：大庆伤得挺重啊，都送医院了。可不是嘛，那老大一片血，估计要不行了。那大庆家的不就成寡妇了？顾医生不会治。传着传着就变了味道，传到众知青耳中，就变成了顾大夫把大庆治死了。有人唏嘘，有人幸灾乐祸，也有人焦急的不行。程春芬就是那个着急的人，总算是熬到了下工，来不及和其他知青说一声，飞快地冲到了顾念家。这个女人正在家收拾要带去知青点的肉和菜，程春芬风风火火地冲了进来。哎，治死人了，是不是有个村里的男的来你这看病，你没治，是不是？治了呀，我是医生，病人来了我怎么能不治呢？他人死了？不可能，也不是什么大病，就是简单的清创缝合，他为了安全起见，麻药都没打。难道是发烧引起的合并感染？不可能啊，这种概率也太低了。真的，村里都传开了，说是你给治死了，人都送去往医院了。顾念知道怎么回事了，估计是他让去医院打破伤风，被村里人以为要送去医院抢救。见程春芬焦急的样子，顾念突然想逗逗他。怎么办呀，春芬，我这算不算杀人了？会不会被送去公安局？咋整啊？咋整？要不跑吧，趁着现在大家还没反应过来。别，我逗你玩呢。见程春芬疑惑的眼神，顾念只好实话实说的给程春芬讲了一下事情的经过，以及村里人的误会。我觉得可能是村里人传着传着就变味了，村里人的话啊，那夸大程度可以减个0，再打3折看。什么？知道是自己闹了个乌龙后，程春芬不只是没平静，反而更生气了，气顾念这么紧张的时刻还跟他闹完。顾念则是自食恶果，用了满满的一把大白兔奶糖才哄好了程春芬。误会解除后，2个小姐妹又恢复了往日的亲近，提好顾念准备的东西，手挽手的往知青点走去。见顾念提了那么大一块猪肉，众人皆是两眼放光，就连一向爱酸言酸语的赵小燕都难得少说了几句。孙甜甜更是热情的接过顾念手里的肉。今天要不我来做吧，红烧肉土豆，再炖个骨头，炒2个小青菜，怎么样？众人纷纷点头，其他人也没闲着，纷纷帮忙烧火洗菜。很快在众人的努力下，满满一桌子的菜就做好了。当然上面有凑数的各种咸菜，但是也算是知青点难得的丰盛了。本来欢送顾知青离开，应该是大家伙请客，让顾知青破费了。我代表大家伙感谢你，并祝贺你离开了知青点，有了更好的发展。不用，我本来也是为了感谢大家帮我搬东西，以后大家还是在村里，以后聚在一起的时候还多着呢。虽然顾念并不想和知青点这群人掺和，但该说的场面话还是要说的。这顿有油水的晚饭终究是给众人吃撑了，程春芬撑得直打嗝，顾念将他从知青点拉了出来。饭后100步走，活到99，不溜溜弯，该长胖了。他和程春芬走到村头时，刚好赶上了一场大戏。
这个女人刚从知青点出来，就赶上一场大戏。坏心肠子的孬货，你才死了男人呢！再让我听见这种话，看我扇不扇你个大耳瓜子！全村人都在说呢，谁不知道你家男人流那么多血，都送医院了，还能活得下来吗？我这是好心安慰你，你看你这人。大庆嫂听完这话更生气了，冲上去就要抓那女人的脸。我去你娘的好心，你那好心留给自己吧。我男人活得好好的，你还敢咒他死？你这烂心肝的东西！众人纷纷上手将二人拉开了，有的人将村长叫了出来。闹什么闹？是不是上工不够累，还有心情在这闹架？大庆媳妇，你说咋回事？大庆不是去医院了吗？你没在医院陪着，回来闹什么？村长，你得给我做主啊！三狗他媳妇咒我男人去死啊！村长，大庆今天刚受伤，他就这么咒人。我家大庆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的，我跟他拼了。三狗媳妇，你说咋回事？大庆血胡拉的被抬走了，村里人都看见的，大家都说大庆要不行了。刚刚看见大庆媳妇，我想安慰他一下，谁知道他……你放屁！你那是安慰我，我看你是巴不得我男人没了，烂心肝子的东西，怪不得生不出孩子，我呸，活该！也不知道哪句话刺激到了三狗媳妇，嗷一嗓子就冲向了大庆媳妇，接着两个女人滚作一团，众人都傻眼了，谁也没反应过来。只听见村长捂着心脏怒吼道：“给我拉开！”喊完砰的一声栽倒在地。让开，快，都给我让开！说着将沈村长放平，状态持续3分钟后，老叔，你没事吧？暂时没事了，不过我还得再看看。来几个人将村长慢慢抬起来，送到卫生室，再去把沈村长家里人找过来。跟程春芬说了一声，顾念就领着众人回到了卫生室。叔，你现在要是可以听见我说话，就点点头。沈村长轻轻的点点头，见沈村长能听见，顾念松了口气。叔，我知道你说不出来话，先别急，这是晕厥后身体的自我保护，你深呼吸一下，缓一缓。对，慢慢来，别着急。沈村长在顾念的指引下做了几个深呼吸，顿时就觉得心脏好受多了。这时，村长媳妇在沈小梅的搀扶下走进了卫生室的病房，见到躺在病床上的自家老头，眼泪控制不住，汹涌而下。顾念见状，示意张大队长将村长媳妇拉出去。村长现在需要安静的环境，顾念示意沈小梅将沈村长扶起来。叔，你别害怕，也别紧张，我就是给你听诊一下，你明白就点点头。好。村长叔，没事啊，能说话，说明你身体好。把外套脱了，我听听心脏。说着将听诊器轻轻放在沈村长的胸口，听着听诊器传来的律动，心一沉，果然心音较为低弱，心率明显过快。顾念觉得冠心病8、9不离10了。见顾念深皱着眉头，久久不曾开口，沈小梅还是没忍住。顾大夫，我爹这是怎么了？初步判断是因心脏方面的问题引起的晕厥。听见心脏出现毛病，沈村长心一沉，就算他是外形，但心脏是什么样的零件，他还是明白的。沈小梅就更怕了。前世他爹心脏并没有检查出来有问题，也没有出现过晕厥的事，是不是因为他的重生改变了以前的运动轨迹？叔，我的建议是去省城或首都的大医院检查一下，毕竟咱们这边医疗条件有限。顾娃娃，省城和北京我不去，现在外面乱，就算是死，我也得死在张沈村，外地我不去。爹，沈小梅听见他爹说死不死的，心更慌了。沈叔，你这病说严重也严重，说不严重也不严重。沈村长一听这话就愣住了，呆呆地看着他。沈叔，你这次晕厥是因为情绪过度激动导致，我给你拿瓶速效药，你时时刻刻在兜里备着，劝你去医院是希望那边有更好的治疗方案。毕竟咱们村这个条件连治疗都很难保证，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好好保养，不要再生气了，要注意休息，避免劳累，避免重体力劳动，以后不能下地干活。最主要的是要戒烟戒酒。刚开始沈村长听顾念说话没什么反应，一听到戒烟戒酒，整个人都惊住了，声音都高了几度。那我还不如死了呢。虽然现在的医疗水平确实有限，但是我相信祖国的未来是会腾飞发展的，医疗技术也会突飞猛进，而且只要保养好，活到70、80不成问题的。见沈村长一脸不信的表情，顾念好气哦，他说实话都没人信。沈小梅越发觉得顾念也像是和他有一样奇遇的人，不过他也明白每个人都有秘密，他不也是吗？不如等黎明破晓后再带着他爹去首都看病。见沈村长没啥事了，众人纷纷散去。这个女人背着竹筐，拿着小铲子，往上次遇到野牛的地方走去。因为这边接近深山，很少有村里人过来这边，因此这边几棵树上长的板栗特别多，还没有被人采过。顾念将一个个成熟的板栗捡到筐里，没多一会就装满了一筐。板栗可是好东西，炒熟的板栗粉质感强，醇香厚重，唇齿留香，既可以当主食，又可以当零食，还可以用来煲汤、焖排骨，汤鲜味美，营养丰富。吃不完还可以拿去县里卖，一举多得。这一下午捡了整整5筐，
再把筐内的板栗收进空间中，树上的还没熟，只能等秋收后再过来。顾念悠哉悠哉地闲晃着，不知不觉又往深处走了走，陆陆续续捡了不少山货，可以说是所过之处片甲不留。再往里面走了会儿，顾念发现了一条清澈的小溪，见附近人烟稀少，索性从空间中拿出木盆和毛巾，在小溪处舀了一些水，浸透毛巾，擦了擦全身。溪水很凉爽，舒服的他都想在这睡一觉。今天收获已经足够丰富，也带下去也没有意义。回城的路上，迎面看见知青点几个人往这边走，程春芬跑了过来。顾念姐，你上山了呀？我发现个好地方，那有好几棵没被发现的板栗树，下次休息我带你去捡。真的吗？听见顾念说有没人发现的板栗树，程春芬都惊喜了。顾念之所以敢告诉程春芬，一方面是那地方他去过很多次，在确定没有危险后才敢领他过去；另一方面，捡点板栗，程春芬也能吃饱些。和程春芬约好下次一起上山的时间，就分开了。程春芬算是顾念来到这个年代后的第一个朋友，因此顾念也很珍惜这份友情，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改变，但起码这一刻，他们对彼此都是真诚的。顾念准备收拾收拾睡了，毕竟上了一天山，他的身体疲惫至极，沾着枕头就睡着了。顾念，顾念，快开门啊！门外几人的叫喊声惊醒了安静平和的黑夜。顾念在梦中被惊醒，飞快地披上了外衣，恰好今天他嫌累，懒得脱，要不然还不能这么速度。打开门，就见几个知青焦急地等在门外。怎么了？程春芬哽咽住，还是许志远镇定。顾知青，快跟我们走，赵知青受伤了。听见有人受伤，顾念顾不得多问，飞快地从药房找出药箱。见几个人着急的样子，他也顾不得换鞋了，跟着几个知青就往知青点跑去。顾念冲进了女生寝室，只见屋内一片混乱，沈英披头散发的被捆绑在一旁，而赵小燕气若游丝的趴在地上，脊柱右侧偏上的位置赫然插着一把锈迹斑斑的剪刀，大片的血迹晕染开来，心一沉，这个血量怕是要糟。要不要给他搬起来？你没来的时候，我们不敢动。先别移动，我怕剪子会带来二次伤害。春芬，再给我找把剪子，把他衣服剪开些，我需要看看具体位置。也顾不得问缘故了，这时候救人要紧，这个出血量怕是伤到肾脏了，而且这个锈迹斑斑的剪刀也容易造成肾脏内感染，这情况着实棘手。在程春芬的帮助下，顾念剪开了赵小燕的上衣，看清位置，果然没错，村里肯定是没有手术的条件，就算救人也得送到公社医院。快去通知大队长套车，这种情况必须送医院了，快点。小燕，你不要害怕，放缓呼吸，控制情绪，不要乱动，我们马上就送你去公社医院。你要坚持住，这个伤并没有太大的事，但你不能激动，明白吗？懂了你就眨眨眼睛。在听见顾念的话后，赵小燕缓缓地眨眨眼睛。张大队长听几个知青说完，也是吓了一跳，衣服扣子系得歪七扭八的，就跑出来套车。这个女人只是因为告白，惨遭同社知青伤害，众人小心翼翼地将赵小燕抬上牛车。因为牛车坐不下那么多人，最后只有顾念、蒋晴、程春芬、许志远外加赶车的张大队长跟着去了。许志远是知青点的负责人，出了这样的事肯定是要去的。而蒋晴是因为内疚，因为这件事本就因他而起，赵小燕要是死了，他这辈子都得活在内疚之中。咋回事？具体原因我也不知道，刚开始我们几个都在屋里，只有赵小燕满脸喜色的从外面回来，没过一会儿蒋知青也从外面回来了。孙甜甜对赵小燕说了一句祝你得偿所愿，然后沈英就将赵小燕拽了出去，两个人在外间不知道说了什么，好像有些争吵，然后赵小燕就转身进屋了，谁知道。程春芬说到这，声音越来越小，直到没声。原书中，蒋晴明明和沈英结了婚，赵小燕到恢复高考前一直都是单身。一时间，牛车上的人都沉默了。现在的赵小燕生死未卜，而沈英的下场也不会好。在张大队长的全力加速下，他们在半个小时后就来到了公社医院。于同志，患者应该是伤到肾脏了，贯穿伤，需要马上做手术，患者坚持不住了。小于护士一听，整个人都懵了。他们公社医院平时也就接生个孩子，正经手术已经很久没做过了。现在只有一个医生值班，我先喊他下来吧。没一会儿，小于护士后面跟着一个白大褂还没系上的年轻男医生。只见那男医生看了看赵小燕的伤势，伤得太严重了，我是内科医生，而且就算外科医生来了，咱们公社医院也接不了这么大的手术，送县医院吧。不行，患者从事发到现在已经接近1个小时了，失血量接近800立方厘米，再送县医院，我怕在半路上人就不行了。这类手术，公社医院哪位医生能做？公社医院赵主任应该可以，可是赵主任家挺远的，来回得20多分钟。按照你的说法，患者明显等不了。二人对视一眼，皆是看出了对方眼里的沉重。这样，我们兵分两路，张大队长去请赵主任，小于护士告诉他地址，你跟着我进去做手术。小于护士辅助。我真不行，我
病人等不了，我来主刀，你做一柱，给我拉钩。我们要先开始做手术，你去赵主任家叫他过来，能不能赶上就看你的速度了，张叔。赵小燕被送到了一个简陋的手术室里，经过几小时的手术后，总算是脱离了危险。见几个医生出来，在外面等着的众人赶忙迎了上来。怎么样了？人还活着吗？手术很成功，只不过今晚还处危险期，需要留院观察。听见顾念说人就回来了，张大队长忐忑了一晚的心总算放下了。今晚是不是需要留人看护？大家都折腾了一宿，回去好好休息一下吧。我今天晚上留下，过了今晚要是没问题，再安排人过来陪护。你救人可比我们累多了，留你一个女娃子可不行。我留下吧，跟顾知青一起，还能伸手帮下忙。众人商量好后，该回村的回村，该值班的值班。很快的病房就剩下蒋晴和顾念两个人。顾知青、赵知青这样以后会不会影响生活？目前来说，手术效果很理想，术后恢复好应该是不会影响日常生活。人体是很复杂的构造，顾念也没办法保证。没在顾念这得到让他放心的话，蒋晴整个人似乎沉默了。赵知青身体好，恢复能快一些，但是重体力活以后也可能干不了。也不知道对赵小燕来说是福是祸。赵小燕这种情况，伤好之后肯定也不用留在乡下了。知青办应该会特批因病返程。说来也可笑，心心念念想回城的回不去，没打算回城的倒是要先走了。都怪我，是我的错，要不是我，呜！一个大男人哭得泣不成声。你不要这样，也不全是你的责任，大家谁也没料到沈英会做出这种事。不是的，不是的，都怪我，我早就发现沈英她不对劲，自打没回上城，她精神就很不对，但是我生气，气她的狠心，抛弃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我不应该为了出气跟赵知青出去的。好家伙，信息量真大呀！感情蒋晴根本不喜欢赵知青，跟赵知青出去就是为了拿他气沈知青。赵知青这茧子算是白挨了，他现在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本来他还觉得蒋晴是个好人，结果这不就是纯渣男本渣吗？你不喜欢人家，还跟人家出去，让大家以为你们在处对象，结果啥事没有，人家女孩的名声不要了。尽管平时赵小燕确实挺嘴碎，挺烦人的，但这刻顾念由衷的同情她，这完全成为两个人斗气的工具，白白挨了一茧子。果然，不谈恋爱保平安。现在怪谁也没用，事情已经发生，你还是祈祷赵知青赶紧好起来吧。对，你说的对，只要赵知青尽快好起来，沈英还有得救。沈英不是故意的，她只是一时冲动。还有时间关心沈英怎么样？赵小燕都快没命了，用人家的命给你俩爱情祭旗呢，女主都没你狠。顾念秉承眼不见心不烦，索性开始闭目养神起来，闭着闭着就睡晕了过去。再次醒来，已经是第二天早上。顾念一个翻身就看向监护仪，见情况一切都好，才放心下来。顾医生不用担心，赵主任凌晨4点的时候刚过来看过，情况很稳定。我不小心就睡着了，我想叫你来着，赵主任没让，他说你做手术太累了，让你睡会，他来看。你别看赵主任为人严肃，但是还是很爱护我们这些小辈的，也愿意听我们说话，比一般的领导亲和多了。等以后你和他熟悉就知道了。见赵小燕没什么事，这边还有专业的医生护士，他留下的用处不大，跟小玉护士打声招呼后就回村了。现在赵知青什么情况？赵知青昨夜情况很稳定，没有恶化迹象，暂时已经脱离的危险期，因为窗口比较大，还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疗养，并且好了以后，可能也没办法继续从事繁重的工作。众人皆是沉默，都在暗自思索着。现在蒋知青在那陪护着。对，蒋知青说不明白，需要我回来汇报情况。现在陪护也是个问题，男知青在那始终是不方便，还是得几个女知青轮着去，这事还是得商量商量。大队长，要是没什么事，我就先回去了。回去吧，你也好好休息一下，昨晚也是多亏了你，要不然真得搞出人命。张大队长现在对顾念那是10000个满意，有本事还不多话，最重要的是不惹事。这些知青一天一出，他真的被烦死了。原来还有沈村长顶在前面，现在全指望着他，这工作真是越来越难干。由于昨晚在医院监护赵小燕，张大队长特批顾念今天可以休息1天。顾念用了5分钱就从后院薛大娘家换了一大捆小白菜和1筐黄瓜。薛大娘很高兴，临了还给他塞了2个红彤彤的西红柿。顾大夫，你要是想吃菜就过来薅，家里种的多，你吃3口2口的，给不给钱都行。这时候能吃进嘴的都金贵，要是真不给钱，村里人不知道该怎么闲话他了。大娘，我看村子里家家户户的自留地都种了不少菜，吃得完吗？哪里吃得完哟？前几年旱灾时没得吃，这几年收成好吃不完。那吃不完的咋整？也不能让菜烂在地里呀。那肯定不能，现在的粮食多金贵，谁敢浪费啊？你是第1年来咱这边，你不知道，咱们这边冬天吃的菜全是这会儿腌好的。现在村里人把能腌的菜都腌了，剩下的才留着吃，吃不完再喂鸡，
在咱农村没一点浪费。为啥腌得这么早呀？腌菜都是腌这个季节的菜，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你问我，我也说不清，但是我知道，过了这个季节的菜，腌完水气大，不好吃。本来想多买些时令蔬菜，留着过冬吃的顾念，突然对腌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毕竟过冬天天吃时令蔬菜，被人看见也不好解释。腌些咸菜和新鲜的混着吃，这样风险小了不说，还能换个口味。大娘，我能跟你学腌菜吗？我可以拜师学艺。你这个小娃娃还挺会闹乐，腌菜没啥技术，好吃就行。你啥时候去供销社买几斤粗盐？那玩意专门腌菜下酱用，买好过来喊我，我教你怎么腌。听见薛大娘的话，顾念连连道谢，和薛大娘告别后，拎着一筐菜，心满意足地回家了。到家后，从空间内取出切好的排骨，用葱姜蒜白酒去腥，将小白菜撕成小段丢进去，小火炖煮40分钟。在等排骨炖熟的空档，又给自己做了个凉菜，拍黄瓜。时间差不多，一锅香喷喷的白菜排骨汤就出锅了，再配上自己做的白面馒头，这种生活给神仙都不换。吃饱喝足后，将剩下的菜盛出，放在空间中，下顿吃还是热乎乎的。饱腹思前欲，顾念现在满脑子都是赚钱。现在村里的菜其实是吃不完的，他要是把这些菜收下，等到冬天再拿出来卖，估计价格翻10倍不止。想到这，顾念再也躺不住了，套上衣服就往村长家走，顺手还烧上了听诊器和一包红糖。刚收拾好碗筷的村长媳妇还没来得及休息，就听见了门外的敲门声。谁这么没眼力见，赶着饭点就上门了？谁呀？婶子，是我，顾知青。听见是顾知青过来，村长媳妇瞬间面带笑容，一路小跑过去开门。顾知青，你昨晚累了一宿，这会儿咋没在家休息？睡了一白天，感觉缓过来了，就赶忙过来给村长叔看看身体。有心了，老头子，顾大夫过来了，要给你看看病，我带顾大夫去堂屋等你啊。直接进来吧。得到沈村长的首肯，村长媳妇直接将顾念带到里屋。在村里，里屋一般是接待比较亲近的亲戚朋友，看来这回是不把他当外人了。明天过来也一样，早一天晚一天死不了。那可不行，说好前期2天一诊就得2天一诊，要不然叔你就去省城医院去看病吧。沈村长不吱声了，因为这病现在所有人都管着他。最近没使劲抽烟吧？没有，现在可不敢让他可劲抽，每天都限量，最多1根。要是1根烟都没有，我就不治了，不如死了算了。行，暂且先控制在1根，我先听听心音。说着，从药箱里拿出听诊器，放置在沈村长的心口处。情况确实有所好转，比上一次强太多了。看来是按照医嘱要求，好好休养。顾大夫怎么样？比上次复诊时情况好了不少。看来沈叔这段时间确实有在好好休养，接下来继续保持。见顾念开始收拾药箱，连忙劝阻：顾知青，别着急走，婶子给你冲杯糖水喝。婶子，别忙活了，我也不是外人。说着，又从药箱内拿出了一包红糖，塞到村长媳妇手里。这红糖是一点心意，给我叔补补身体。他现在这个身体得多吃点有营养的。村长媳妇见顾念又来给看病，又送红糖的，哪还好意思要，赶忙给塞了回去。既然是顾娃娃拿过来的，就收下吧，不是外人。你去厨房给做个糖水鸡蛋。见自己老头子说话，村长媳妇笑着接下，满脸笑容的去厨房做糖水鸡蛋。说吧，这回整你叔啥事？果然，什么事都逃不过您的法眼。叔，倒也不是我个人的事，是有件关于咱们村的大好事。怎么说？听见是有关村子的好事，沈村长来了兴趣。今天和薛大娘闲唠嗑，才知道原来咱们村里家家户户的自留菜都吃不了，还得拿来喂鸡喂猪啥的，可真是太浪费了。沈叔，我在县里有个亲戚，和供销社那边有点关系，我能帮忙联系一下，看看让他来咱们村收菜，毕竟在哪收不是收。见沈村长一直没说话，他有些沉不住气。我明白沈村长的有顾虑。沈叔，说出来怕您笑话，原本刚来那会儿心里还挺忐忑的，到了咱们村后，您和大伙儿都对我特别照顾，不仅同意我参加卫生员考试，还帮我建了卫生室。我真的特别感激您和村里，我也想为大家伙儿做点什么。听了顾念的话，沈村长有些惊讶，也有点动容。他没想到顾知青竟是个知恩图报的好孩子。听了许久的村长媳妇走了进来。这种大好事有什么不同意的？顾大夫，来喝鸡蛋水，婶子知道你是个好孩子。顾念一脸感动地端起那碗鸡蛋水，小口喝着，甜滋滋的，看来糖没少放。顾娃娃，我知道你是好心，但是这事吧，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具体操作起来还是要有挺多问题的。首先，性质算不算投机倒把？其次就是量的问题，要是小打小闹，村里不够分的，容易产生矛盾，不如不搞。最后就是运输问题，怎么交货？叔，
投机倒把说的严重了，个人私下之间的行为才能算是投机倒把吧。咱们是村大队同县里的供销社，都是公家单位。至于量，我感觉供销社收获量肯定是越大越好吧。县里人口那么多，肯定吃得下。运输我还没想好，不过可以去供销社那边问问。不过沈村长还是没吭声，还用奇怪的眼神看向他。沈叔，就按你想的去试试，明天就去吧。对外就说你去医院看赵知青。第二天一大早，顾念就赶去了县里。买菜的队伍像是2条长龙，实在不行就去黑市那边探探价。那个叫赵三儿的人还给他留了纸条。想到这儿，顾念往纺织厂那边走去。这时候，为了职工生产生活便利，厂子周边不仅有供销社、国营饭店，还配套了厂小学，衣食住一应俱全。正在胡思乱想间，一个抱着孩子的老头迎面和顾念撞个正着。怎么回事？走路不看到吗？只见一个面容沧桑、穿着衣衫褴褛的老大爷连连鞠躬道歉，怀里还抱着一个孩子，那孩子穿的倒是干净。虽然他很气，但一个上了岁数的人一直在给他鞠躬，弄得他有些不好意思。算了，我也没注意。不过你抱个孩子可不能再乱跑，摔了孩子怎么办？孩子怎么样？要不给我看看，我是医生。不用了，孩子没事。大爷连声拒绝，抱着孩子步履匆匆的离去。有些奇怪，不过也多想。没走出多远，就听见前方一阵骚乱，远远的听见有人喊着孙子丢了。联想到刚才那奇怪的感觉，顾念立刻反应过来。同志，我看见丢的孩子了，人贩子往车站那边跑了，我先去追人，你帮我通知下公安同志和家属。说完，他就往那大爷消失的地方跑去。抓住前面那个大爷，他撞上我就要跑。那大爷听见有人喊抓住他，也有些慌不择路，跑着孩子就要往反方向跑去。你撞了人就要跑？不行，得送我去医院，要不然我就去找公安评评理。姑娘，你不是说没事了吗？你行行好，家里孩子奶奶病了，我着急赶回去，这是最后的一班车。姑娘，陪你前行吗？给你5块，我真的着急，孩子奶奶在家等我呢。这人绝对有问题，这会儿的人1分钱恨不得掰成2半花，怎么可能一下子给出5块？那不行，你给我这么多钱，好像我在讹人一样，送我去医院，我不占人便宜。姑娘，算我求你了，行吗？家里的老婆子真等不了。看得围观众人有些不忍。同志，要不就算了吧，这大爷岁数挺大的。对呀，年纪这么大了。不知道围观的人里有没有这老头的同伙，他还不敢说出自己的怀疑，怕这群人狗急跳墙。我这胳膊80%是骨折了，让他走了，你们给我出看病钱呀。周围人一听骨折了那还了得，纷纷不敢吱声了。这时有几个身穿绿色军装的人朝这边走来。公安同志，这是人贩子，他偷了别人家的孩子。听见顾念的叫喊声，那老头眼底闪过一丝狠色，猛地推开人群，在几个公安同志的围追堵截下，那个老头在胡同口被拦了下来，抓回来的时候还在喊冤枉，坚持称这个孩子是自己的。刚刚是谁喊的？我们需要了解情况。公安同志，是我。你是怎么发现那个老头有问题的？开始也没发现，后来才觉得不对，他是正面撞到我，差点给我撞倒，可怀里的孩子却一点动静都没有。说到这，想起了那个孩子，他有些担心地问：对了，公安同志，那孩子送医院了吗？父母找到了吗？公安同志迟疑了一下，避重就轻地开口道：在逮到人贩子的第一时间就把孩子送去医院了。顾念明白，虽然他是本案的参与者，但公安有纪律，不可能跟他多说什么。沉默间，2个人就到了公安局门口。往里面走，就看见一个领导做派的人端着水杯，颐指气使地吩咐着什么。看见顾念进来，带着疑问的目光看向领路的同志。这位是李局，这位是今天帮助救回孩子的顾同志，是振兴公社的知青。李局长一听，随即将手里的水杯放下，一把握住顾念的手，激动地道：感谢你啊，小同志，你今天可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要是没有你，这孩子还不定被卖到哪去呢。顾念被李局的热情给弄懵了，不至于吧？协助公安抓住罪犯是每个人民的义务。顾同志觉悟很高啊，带着小顾同志做好笔录，完事先别让走，一会孩子家属要过来当面感谢。那公安点点头，就将顾念请进了会客室，将事情的过程简单叙述一遍，包括了当时的疑点和他的担忧。做完笔录后，见没自己什么事了，就提出了告辞。被记笔录的公安同志给劝阻了，声明还有些事情需要他协助，随即就关门走了出去。顾念就安静地坐在会客室内等待传唤，毕竟协助调查也是义务。没等来问话的公安，倒是等来了李局长，就见他恭敬地领着一位风衣青年男人走进来。看这架势，官职应该在李局长之上。小顾同志，这位是受害者家属。啥受害者？就是被拐的小男孩的家属。这位是孩子的叔叔，是咱们县纪委会徐副主任。待李局长介绍完，徐少卿率先伸出手来，握住顾念的手，感激地说：我听李局长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真的是太感谢你了，顾同志。徐少卿嘴里说着感激的话，心里却存着疑问。被抱走的是他大哥的孩子，家里面出了点事，就把孩子送过来避避风头。
谁也没想到会出这档子事。对于今天碰巧出现在那，又碰巧救下孩子的顾知清，他很好奇，这天下有这么凑巧的事吗？所以在得知经过后，第一时间调查了顾念，并通知李局长必须把人留住。如果顾念要是知道他心里所想，必然吐槽道：“你们这些搞政治的，就是想得多，就是这么凑巧，我有什么办法？”今天这事是赶上了，不过换成谁也不会坐视不管。您的感谢我收下了。不过今天孩子应该受了不少惊吓，您还是回去多陪陪孩子吧。也不知道那个徐主任是真没听懂，还是装没听懂顾念的拒绝，根本没松开手。顾同志，我知道您是下乡知青，不知道有什么事是我能帮你的吗？不是大兄弟，我没事呀。他真的感觉这个徐主任有些冒昧了，他一个下乡知青和革委会副主任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吧？难道是能帮他回城？想到这，他试探性地问道：“回城？”他预想过很多答案，可能提出要求他们徐家退一步，或是让他大哥表明支持立场。他万万没想到，竟然是回城。回城是不现实的，你的情况我简单了解一下，刚下乡不到3个月，这时候回城，公然与国家政策对着干，你再想想别的。那没事了，徐主任、李局长，现在是不是没我啥事了？我可以走了吧？小顾同志，你这个情况回城确实不现实的，不如你再想想，总归不能浪费领导的一番好意。下乡是为了给农村的建设添砖加瓦，只可惜我的医疗水平有限，也不能来县医院进修学习。说完，他满眼期待地看着徐少卿，年纪轻轻就能做到革委会副主任这个高位，徐少卿不只是家世显赫，为人也十分精明通透。顾念只是起个头，他立刻就明白了田苗的未尽之意。既然小顾同志觉悟这么高，作为上级领导肯定是全力支持，不能让下乡的知青同志们寒心啊！哈哈哈，你说是吧，李局长？确实是，小顾同志是个好同志，见义勇为的奖状及奖励，我们也会尽快发到公社那边。小顾同志，你放心，组织不会让任何一个有志青年寒心，想进步的我们都会全力支持。徐少卿顶着一张20多岁的年轻俊脸，一口一个小顾同志，叫得顾念心里一阵发颤。他觉得这一口一个小顾同志有被冒犯到。从局子里被放出来的小顾同志一声不吭的闷头朝黑市方向走去。赵三儿给他留的地址是距离棉纺厂不远的一处胡同里，敲了敲门口的木门。三儿在家吗？没一会儿，门被从里面打开，一个熟悉的脑袋钻了出来。赵三儿仔仔细细地打量着来人，有点眼熟，但想不起来在哪见过。你好，熟人介绍过来的，想买点东西。即是熟人介绍，去市里就行，来家里干啥？熟人说家里有好东西。进来吧，熟人没告诉别喊吗？敲3次，每次3下，有人在就会开门，没人开门就是没人。怎么让你过来的人连规矩都没说清楚吗？你自己规矩没说清楚，自己心里没数。说吧，要什么硬货？手表票。赵三儿一脸古怪地看向他。没有吗？黑市里那么多手表票，还大老远跑来家里，这人不会是条子吧？同志，手表票这种小东西还用找着来？没搞错吧？我其实想要女士手表，你这有吗？感情刚才实在试探，不过女士手表他还真没有，不止他手里没有，整个县里都没有。女士手表确实没有，不过有男士的和怀表，想看看货吗？女士手表现在整个市面上流动的都非常少，你就算搞到手表票也买不到。为什么？你知道结婚的3转1响是什么吗？他又没结过婚，他上哪知道去？3转指的是自行车、缝纫机，手表1响就是收音机，记住啊，等你结婚的时候可以找我买货。你最后一句话才是重点吧？你也弄不来女士手表，我找你有啥用？哎呦，我的妹子，你现在就要？当然没有，人家结婚都得提前半年定，你要是给我半年时间，我也能给你弄来，保证嘎嘎新。行吧，也不能白来一趟，把你手里有的拿出来看看吧。现在市面上手表紧缺，有的买都不错了，还在这挑。不过出钱就是大爷。赵三让顾念坐在院子里等，他则是去外面取货。正当顾念计划的起劲，赵三揣着一个盒子，将顾念带进了屋，神神秘秘地将木盒展示在他眼前。入眼的是3块风格迥异的手表，2块男士腕表和1块老式怀表。我将附近能调的货都给你调来了，一共3块，你挑吧，基本都在8、9成新，这也就是我一般人弄不来。没有全新的吗？有新的，还是得等，而且价格比较贵。妹子，你要是信我的，就买个2手的，价钱合适不说，一样用。盒子里唯一的怀表，样式精美，表盘花纹独特，怎么看都像是个老物件。都是什么价位啊？哪个便宜？2块腕表都是180，这怀表价格在120。不过妹子，我劝你买腕表，毕竟腕表戴在手腕上方便又贵气，现在也流行，腕表卖的也好。诺，这2块是新收的，你今这是赶巧碰上了。腕表是好，只是我手里没那么多钱，你这怀表还能便宜些吗？赵三儿愣住，咋便宜？当这是菜市场买菜呢。赵三儿心里疯狂来蛮屁，面上还是一脸笑意。价钱不能少吗？哎，太可惜了。你能出多少钱？100。
不行，你走吧，卖不了。哎，你这人咋这样呀？再研究研究呗。研究啥？我看你是过来消遣我的。没，真没，诚心买，是你让我说价的。那你说个卖价，我听听。118，给你便宜2块。成交。说完就假装从兜里往外掏钱，实则是从空间里拿出的12张大团圆。赵三儿痛心的将那块老怀表和2张1元纸币递给了顾念。见交易完成，赵三儿一眼都不想多看顾念，像个翻脸不认人的渣男，绝情的要将他请出去。三哥，我有笔大买卖，你做不做？听见这话，赵三儿放开了推人的手。哟，妹子，早说啊！三哥啥赚钱的买卖都做。来，妹子，坐下详聊。先问个事，你这收青菜吗？妹子，青菜不值钱，在供销社2分钱1斤，犯不上来回折腾。没说现在，我问的是冬天收吗？啊，冬天？你说的是大白菜吗？不是，我说的是西红柿、黄瓜、小青菜之类的。这是哪蹦出来傻丫头？这得意的小表情让人忍不住想捶她一顿，简直傻白甜一枚。妹子，不是哥说你想想东北这边冬天能种出青菜吗？要是市面上突然出现青菜，你说会不会有人好奇菜是怎么来的？要是有心人再一查。言尽于此，赵三儿表示只能帮到这，剩下的多说无益，全靠自己悟。行了，妹子，这是幸亏你还没干，要是干了，说不得就得去劳改农场看你了。在赵三儿那耽误了不少时间，想着现在时间还早，就去公社医院看看赵小燕。赵小燕已经醒了，正呆呆地望着窗外，周围一个人也没有。怎么就你自己呀？赵知青，进来吧。顾知青，甜甜出去买东西了。走近就瞧见赵小燕发白的脸色，同往日里的掐尖要强的样子，判若两人。护士来打葡萄糖了吧？你现在处在观察期内，还不能进食，再过2天就好了。我听说了，要不是有你，我估计……总之谢谢你啊，顾知青。不用谢，我是个医生，是谁我都会救，你不用想那么多，好好养病才是最重要的。赵小燕这个人，除了说话尖酸刻薄些，做人爱占点小便宜，办事自私自利了些，也……好吧，为人很讨厌，但也不至于落得今天这个境遇。顾知青，你的救命之恩，我可能来不及报答了，我要回城了。他说完这句话，神情有恍惚有惆怅，唯独没有开心。能回城是件好事呀。呵呵，是呀，大家都会这么觉得吧？是个好事。刚刚沈村长过来找我谈话，希望我能放过沈英，条件是我伤好能立即回城。他语气里夹杂着恨意，顾念被这番话震惊到。沈村长这是在包庇？可是这是他能听的内容吗？顾念此刻隐隐有种感觉，赵小燕是在恩将仇报，这对我太不公平了。见顾念没说一句，赵小燕止住了哭声。我以为你和他们不一样。就在顾念如坐针毡时，出去买东西的孙甜甜回来了，算是解救了他，嘱咐了2句注意事项，就匆匆离开。回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直奔沈村长家，敲开村长家的院门，开门的是许久不见的沈小梅，也没多想，直奔里屋而去。回来了，事情怎么样？沈叔，这事是我考虑的不周全，有点理想化了。你也就这点本事，没成就算了，就踏踏实实在村里待着吧。叔，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事行不通？沈村长则是老神在在的点了点头，那表情欠欠的。沈叔，你都知道成不了，还让我去折腾，哼！不过他还是很好奇，沈村长咋知道的？沈叔，你咋知道的？提点我呗，今天特许你再多抽半根。成交你这个娃娃想事情太简单了，要都是你这么操作，早就乱套了。不过那天我看你在兴头上，要不让你自己折腾一回，你能消停？行，您老人家把我摸得透透的，不折腾这套，我肯定是不甘心。跟沈村长约好，往后1周一检，就告辞离开。快走出院门时，被沈小梅叫住。顾知青，我想问你借点高中课本，你手里有吗？我确实有一套，不过平时我也要看，咱俩可以串换着看。好呀，顾医生，我有不会的题，可以请教你吗？请教谈不上，我也不是全会，大家可以互相交流嘛。跟沈小梅约好，下次看诊时给她带书后，就回到她的医务室。因为白天奔波了一天，没什么心情做饭，简简单单熬了个玉米碴子粥，就着蘸酱菜，草草糊弄了一顿。第二天一早，顾念元气满满的起床，趁着这会儿不忙，从柜子里翻出课本，一字一句的背了起来。眨眼间就来到了1个月后，今天是赵小燕出院的日子。赵小燕这次回来是来告别的，没什么可留恋。赵小燕甚至连许知青安排的欢送饭都没吃，自己提着行李悄无声息地走了。顾念不关心知青点的事，家里给他来信了，看见像狗爬的字迹，应该顾母口述讲小弟书写的，没有丝毫关心和问候，先是狠狠地斥责了他一番。
接下来才是全文重点。蒋娇娇去西北下乡后，干的是最苦最累的活，身体亏得不成样子。听别人说，东北这边的人参、鹿茸都很补身体，希望顾念弄些给蒋娇娇寄过去，还写了蒋娇娇在西北的地址。一想到蒋娇娇正在西北吃沙子，顾念就很爽。至于人参，还真敢想，现在市面上的野山餐一根快接近200块，还真看得起他。想了想，还是决定回封信，毕竟面子工程还是要做的。一顿诉苦，乡下吃不饱，还有干不完的农活，心里1万个想帮助蒋娇娇，奈何手里没钱，要不然家里先邮过来些。接下来几天，日子轻松且顺心。蒋娇娇此刻正在速成生产建设兵团里面种树。开始蒋娇娇就被分到了卫生口，但是她嫌弃又脏又臭，寻死觅活的折腾，教导员无奈，只能给她换到做饭组。谁成想稍微没看住，她差点把厨房给点着了。而造成重大安全问题的蒋娇娇丝毫没觉得自己有错，还怪厨师离开时没有灭火。厨师也很委屈，菜还没焯完，灭个屁火，你一个大活人在这看着，撒泡尿的功夫还能着了。总之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听得教导员脑袋都大了。无奈只能各打50大板。不过蒋娇娇和大厨之间的梁子算结下了，3番2次刁难她，不是青菜没洗干净，就是土豆切厚了，早晚要让你好看。工作不顺也就罢了，晚上回到知青点，其他人还搞小团体联合排挤她。蒋娇娇忍不住翻了个白眼，将衣柜的门不断开合，弄出噼里啪啦的响声来，众人仿佛没听见一样，全当蒋娇娇不存在。蒋娇娇更加心烦气躁，砰的一声摔门而出。这蒋娇娇又发疯了，衣柜再这么弄2下，估计要报废。那也没办法，你说了他也不听，还会跟个疯狗似的咬着你不放。你说的对，只要我们不搭理他，他就没办法发火，憋也憋死他，哈哈哈！还是方知青这招高。也不一定，我看最近他好像忍到极限了，万一……怕什么？只要他无缘无故发疯，就给他撵出知青点。接下来话就是七嘴八舌的声讨他。这群喂不饱的白眼狼，贱人，全是贱人。建设兵团跟地方不同，离开知青点，总不能去和男兵挤一挤吧？结局就是遣返回知青办，2次分配。看来他只能暂时忍下了。与蒋娇娇的水深火热不同，顾念的小日子非常充实。趁着最近空闲，特意去薛大娘家学了腌菜。手艺学完后，就是实践了。从村里换了100斤大白菜和50斤的时令蔬菜，这150斤的菜准备先腌一半，剩下一半放在空间里。按照薛大娘给的步骤，先要把腌菜的水缸刷干净，控干水分，撒上一层粗盐，这不是为了防止底部菜腐烂变质。接着就将洗净晒干的小葱、芥菜疙瘩、黄瓜、小根菜、胡萝卜一层一层的放入缸中，放一层撒一层盐，在最上面一层铺满厚厚的粗盐，用一块河里捡来的大石板压在上面，就完火了。将2个缸搬到厨房，静待1个月后就可以开吃了。顾大夫在家吗？迎面就看见个抱孩子的妇女。顾大夫，快给瓜娃看看鼻子，不知道怎么了，这鼻血怎么都止不住。顺着那妇女的力道，将孩子接了过来。下次流鼻血，不要让孩子仰着头，这样很危险。啊，大家伙一直这么干呀？都能止住血？那你止住血了吗？那妇女瞬间哑口无言。说说孩子怎么伤的？还不是跟狗屎那孩子上山玩，那死孩子抢我儿子兜里的糖，我儿子不给，俩孩子就打了起来。顾大夫，你看给我儿子打的，血流不止，我还没来得及找他家算账呢。这孩子就是外力造成鼻腔内黏膜破损，让孩子低下头，身体微微前倾，用食指和拇指捏住2侧鼻翼，将纱布浸泡在冰凉的水里，拧干敷在鼻翼附近，反复几次之后，血就被止住了。顾大夫，你太厉害了，不过为啥抬头止不住血呀？从体内流出的血液，除非是输血，其他任何方法都不能回到血管里。而且面部很多器官是相通的，你让孩子脑袋后仰，鼻血很有可能顺着通道流入其他器官中，既不卫生，又容易产生危险。还是城里的娃娃懂得多呀。嫂子听了个大概，不过以后肯定按照你说的，不让孩子仰头了。别说现在，就算是后世也有许多人流鼻血会习惯仰头，好像这样鼻血就会回到血管里一样，其实根本不可能。送走了瓜娃妈，接连着几天卫生室都没来过人，连平时喜欢坐在石墩子上打闲唠的大娘们也没了人影。刚好这时沈小梅过来换书。小梅，你有没有感觉到村里最近有些消停？咋的？你还喜欢听村里那些大娘们唠的闲嗑呀？当然喜欢，只要聊的话题不是我愿意天天蹲墙根底下听。那你最近应该是听不到了，不逗你了。最近村里秋收进入尾声了，大队长亲自下去监督，天天拿个喇叭到处喊，让大家坚持住，轻伤不许下火线。
就连平时惯会偷懒的大娘都被大队长看得死死的，人累到不行，谁还有闲心出来闲聊？大队长这么凶残的吗？沈小梅说的一点没错，张大队长现在完全已经化身恶魔，每天在田里监督劳作，谁都不许拖后腿。他得赶在10月中旬前组织大伙把地里的庄稼全收完。大家伙加把劲儿干，收完最后这波，咱们就可以分粮了。现在多赚点工分，猫冬的时候一家老小才吃得饱。那个谁，二奎家的，你在那磨叽啥？快点干，要不然扣你工分啊！在他的一声声催促下，张沈村今年所有的庄稼都收完了。第二天，村里又恢复了以往的热闹。顾大夫在家呢吗？我带我娘过来看看腿。进来吧，大娘，哪条腿疼？这条腿疼来着，也没多大的事，老毛病了。我说不用看，孩子不放心，非得硬拉我过来，给您添麻烦了，顾大夫。顾念将老人扶上病床。大娘，孩子这是孝顺，别人求都求不来呢。您真是好福气。顾大夫，我妈这个腿只要干点活就疼得受不了，你给看看怎么回事？他直接蹲下，双手放在大庆娘右腿上，一点点摸索着。大娘，注意力跟着我手走，疼就喊停。哎，知道了，顾大夫。顾念的手顺着膝关节慢慢移动，轻点挨，疼啊，顾大夫。又拿起旁边一个小木锤，轻轻地敲了2下。大娘，你原来是不是只是右腿疼，后来左腿有时也会疼了？对呀，顾大夫，你说的正对。大娘惊了，这事他没说过呀。我没跟顾大夫说过，我早就跟你说了，顾大夫很厉害，他都能给人缝肚子，你说牛不牛？缝肚子什么鬼？顾大夫也太厉害了，还会缝肚子。顾念觉得这娘俩是过来给他说相声的。站起来，身子我看看。大娘听话的站直身子，可以断定大娘的病是退行性关节炎。许是顾念蹙眉沉思太长时间，吓到了大庆娘俩。顾大夫，你直说吧，我这把老骨头还能活多久？看见二人脸上的悲色，知道误会大了。大娘，你这病就是关节炎，不影响寿命的，就是吧？会经常疼。顾大夫，关节炎是啥？能治好吗？打个比方，比如自行车零件老化坏了，怎么修？是不是得去换零件？大娘的情况跟自行车类似，关节就好比零件，老化坏了就会出现各种问题。疼痛是身体在预警。顾大夫，你的意思是说我娘这种情况需要换件？理论上是这样的，换件肯定是一劳永逸，不过咱们县里是没这个水平，除非去首都或省城那边看看。大娘一听，连连摇头。俺不去，那得花多少钱呀？有那钱，不如给孩子留着念书。我这把老骨头活得够本了。大娘，换关节是一种很理想的治疗手段，但如果您不想换也没事，只要听话好好保养，活到70、80岁不成问题。全听顾大夫的话，你说啥是啥。往后不能过于劳累，重活累活都别干了。对了，尤其不能再下地掰苞米了。啊，腿疼跟掰苞米有啥关系？跟地里有关的一切都不可以，听懂了吗？大庆娘脸上有些不乐意，有点怕顾大夫，没敢吱声。她以后不能跟着一起掰苞米，那老姐妹们在地里聊八卦，她可就听不到了。后期要注意避免受凉吹风，要做好腿部保暖，有条件的话，可以多吃些含钙和蛋白质的食物。顾大夫，钙和蛋白质是啥？顾念忍不住捂住脸，医嘱开习惯了，这些词顺嘴就秃噜出来。有条件的话，多吃点鸡蛋。有，鸡蛋有。大娘，别不当回事，你这腿要是不好好保养，以后可能会走不了道，到时候还得出个人专门伺候你，得不偿失。大庆娘明显被吓住了，连连保证以后肯定不下大地了。要是以后疼得不行，就过来找我，到时候给你开止疼药。送走大庆娘俩后，消停了一会儿，就听见前院村大队传来嘈杂的喊声，好像要去公社交公粮，喊沈大去套牛车，还通知各家各户将自己的板车拿出来运粮，整个场面热闹非凡。他这个月还没去公社领药，不如跟着交粮队伍一起过去，说不定回来还能蹭个牛车呢。将药箱斜挎在身上，跟着送粮的队伍往公社方向走去。沈大眼神最好使，一眼就看见了顾念。顾大夫，你干啥去啊？今天该去公社领药了，我寻思跟大家伙一起走，安全。顾大夫，我们去公社交公粮，你回来时可以坐牛车。行，我完事去公社找你。这个女人刚领完药回来，发现排满了人。什么情况？张大队长不是一早就过来排队了吗？怎么前面还排这么多村子？别提了，大队长本来是排在第一，好像是王屯那边找了主任的小舅子说相，给咱们顶了。张大队长在哪呢？不知道，就让我们先在这排着。突然，
他看见一道熟悉的身影，张牙舞爪的同张大队长说着什么，那表情还是一贯的高高在上。嗨，同志，又见面了。小顾同志，是你呀？书记都给我贬过来收粮了，你咋还记仇呢？我们村进来过来交粮，你看现在这情况。顾同志不是村医吗？现在村医业务这么广了，还管交粮？一边是办公室邹主任的小舅子，一边是书记的什么亲戚，办事员表示心累。今天第一个来的是不是张沈村？是吧？那让王屯那边停一停，先把张沈村的收了，啥事都讲究个先来后到，怎么能乱搞呢？明白了，领导。王屯的大队长也很懵逼，怎么回事？就吃个冰棍的功夫就被人给抢了先。怎么回事？小刘，邹主任没通知你先给我们屯子收吗？谁告诉都不行，必须按照顺序来，所有村子都过来交粮。今天你找这个，明天他找那个，不得乱套了。我们的工作还做不做？一番话说的王屯大队长面红耳赤，恰巧邹主任过来视察收粮情况，听到了全部。小刘，你过来一下。您过来了呀，邹主任。说完灰溜溜的跟了过去。在张大队长的亲自带领下，很快张沈村交粮任务圆满完成。刚回过身，就被邹主任和小刘同志一前一后堵个正着。小郭同志，听说你是下乡的知青，还当上村医了，很厉害啊！这要感谢组织的给机会。说着求助的目光给到了张大队长那边。想到小顾大夫刚刚为村里争取到先交粮的特权，总归不能寒了孩子的心。邹主任，闻名不如见面啊！您是65年进的炮兵营吧？你是？邹主任你好，我是张沈村主管生产任务的大队长，也是咱们炮兵营的老兵。不过我68年入伍的，我去的时候您都去加强排了，那时候听过你的事迹。邹主任恍然大悟，怪不得没见过，完全不归自己管。不过在这会儿能遇见老战友，还是自己的后辈，并且这个后辈还听过自己的光荣事迹，邹主任还是很高兴的，甚至已经遗忘了站在一旁的顾念，和张大队长热络聊上了。够义气，以后你就是我张叔。回程途中，顾念坐在牛车上，还是没忍住问了出来：“张叔，你和邹主任认识，怎么不早说啊？”我认识个屁，我那是胡来的。叔，这种慌你也撒？怎么能说我撒谎呢？我这是3分真话，7分假话而已。我不说，谁能知道？这孤娃娃一点也不贴心，要不是为了解救他，他至于跟那个姓邹的拉关系吗？他讲的口干舌燥，还在这一个劲的质问他。你牛，看你以后有没有脸去见邹主任。叔，那你咋猜的这么准？一下子就说对了邹主任的来历。猜个屁，我早就知道呀。原来还没分回公社的时候，就听战友们提过邹主任。不过一直都没去拉过关系，一方面是用不上，另一方面我回来前听说分管生产的领导和他意见不合，要是上杆子攀关系，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回到村里，像一个个战胜归来的勇士，顾念悄咪咪地溜回了卫生室，刚准备上炕歇会，就听见院外传来的大喇叭声。张沈村的全体社员们注意了，村长通知所有人晒谷场集合分粮了。等他到时，已经有很多村民在那排队等待。知青点离得那么远，你怎么比我还早来？今天是从村后头开始喊的，要不然住在后面来的晚，前面的人还得等。你咋知道？我就他们村原来也这样，听说原来也是从村头开始喊，结果村头的人家等了半天，住在村尾的人还没到，前面的人家就骂骂咧咧的回去了，村长来回叫了好几遍，人才凑齐。秋收没少受累吧？晒黑了也瘦了。顾念姐，我这是结实了，秋收的时候我一天能赚10个工分呢，厉不厉害？你也太厉害了吧，好多男同志都赚不到。明后天要是没啥事，带你去上山摘栗子，我的秘密基地。听见摘栗子，程春芬整个眼睛都亮了。就在他俩说悄悄话时，沈小梅凑了过来。你俩这样腻歪不？大家都瞅着呢。你怎么过来了，沈妹妹？我娘说总在家看书容易变傻，让我出来走走，顺便帮她扛粮食回去。社员同志们，今天是大家的好日子，辛苦了1年，终于到了收获的时刻。咱们村在交完公粮，留出种粮后，按照工分总数划分比例，经过计算，今年是1公分换半斤粮。除了粮，还有大家关心的钱。去年咱们村是1公分给算2分钱，今年收成好，产量高，结余多，村里决定今年1公分算3分钱，大家伙高不高兴？高兴！妈呀，今年真没白干，3分钱不少了。真是一年比一年好了。原来64年那会儿，10公分才给半斤粮，还没有钱。现在可真是好日子，赶紧发钱吧，村长。行，能看出来大家伙着急，不过丑话说在前面，接下来先核公分，大家不要乱，有问题的来大队办公室找我。要是让我看见谁在这闹事，钱可就按照去年的给，听懂了吧？放心吧，
村长，谁敢闹事，我给他插出去。一时间，整个晒谷场充满了欢声笑语。计分员拿着本子，挨个念名字，叫一个上去一个，确认公分总数无误后，按手印走人。整个过程行云流水，没有丝毫混乱。这个女人来到张婶村后，共领到702个公分。她选择换了100斤玉米粒、60斤地瓜、60斤高粱米、20斤大豆、21斤的花生，和分到的21块06分钱。顾大夫，那花生不顶饿，黄豆吃多了还容易放屁，不如多要点高粱米，顶饱。婶子，还是多要点花生大豆的好，花生里面有充分的蛋白质和维生素，女人吃了能延缓衰老，小孩吃了能够激活脑细胞，提高记忆力。这也太厉害了，我家也得换点给孩子吃。顾大夫，那大豆呢？有啥好处？给我们说说呗。大豆更是个好东西，就这么说吧，大豆比花生还厉害呢，对女人、老人、小孩都好。要是信我，你们就都换些。有些精明的大婶在听完花生的功效，早就过去排队换粮了。领完粮后，正愁怎么弄回去呢，就看见沈大推着板车走过来。顾大夫，大队长让我来帮你粮食搬回去，你不用管了。真是贴心我张叔。他带着沈大头不回地往卫生室走去，沈大将粮食卸在了厨房。等沈大走后，他留出近期要吃的摆在外面。顾大夫，不好了，有人不行了。怎么了？什么情况？顾大夫，你不是说花生大豆有营养吗？村里的大娘们纷纷抢了起来，你走后没多久就闹起来了。接着说重点，什么症状？顾大夫，你可真厉害，你竟然能猜到是有人发病。你叫啥名？啊，我是大壮啊。顾大夫，你没见过我吗？谁发病了？卫生室离晒谷场并不远，说话间就走到了。好了，你不用说了，我看见了。沈大见顾念过来，也是一脸焦急地迎上来。别说废话，我不想听前因，告诉我是谁，怎么发的病。是二柱他娘跟栓子他娘俩人因为换大豆的多少吵了起来，吵着，二柱他娘突然四肢抽搐的躺在地上，你看人还在呢。看过去，周围一群人围着。大家让一让，别围着了，对患者不好，让我进去与看看。顾念挤到前面一看，患者果然如沈大所说，四肢抽搐的很明显。家属呢？在这呢。顾大夫，我娘咋的了呀？老太太原来晕过吗？出现过这种情况吗？没晕过，这种情况也是第一次，平时身体可好了，都怪栓子他娘，要是我娘有好歹，我弄死那个老家伙。他将手放在患者身体上。没事啊，大娘，我问你几个问题，是你就眨眼睛，不是就把眼睛闭上。感觉嘴附近麻不麻？老太太眨眼。有没有胸闷、头晕的感觉？老太太又眨眼。大致知道什么原因了，他用纱布简单叠成了一个面罩，让老太太呼出的气体再次重新吸入。没过一会儿，老太太的症状便有所缓解。没事啊，大娘，放慢呼吸，别紧张。对，就是这样，非常好。这个女人救下老人，走时叮嘱沈大以后不许让大壮来叫她，就回去了。到家没一会儿，沈小梅就找了过来。你怎么过来了？咋没在家收拾粮食？沈小梅也不见外，直接脱鞋上炕。我大哥和大嫂回来帮着收拾，用不上我，家里乱糟糟的，来你这朵会清静。怎么，你大嫂又给你摆脸色了？没，这回是要给我介绍对象，说是城里的。介绍城里的对象，这不是个好事吗？怎么还一脸的愁眉不展？见沈小梅不太高兴的样子，也就没再往下问。见顾念没再问下去，沈小梅有些急了。哎，你这人咋不问了呢？我在这尊重你，你却想跟我八卦自己。好，我问他怎么突然这么好心，要给你介绍城里对象呀？对呀，为啥呀？他不是一直瞧不上我吗？感情你也不知道，不过你到了年纪，你娘着急了吧？是呀，可是我不想结婚，我想读书，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对了，今天我堂哥怎么惹你生气了？堂哥？沈大。说到这时，他可就有一肚子话要说了，十分愤怒的给沈小梅从头到尾讲了一遍。不行了，笑得我肚子疼。大壮哥咋还这么有意思？你还笑？我当时真要被气死了。我越着急，他越说不到重点。你堂哥在哪找的人才啊？你别气了，大壮哥从小就这样。我听我娘说，好像是他娘生他得是后难产，给憋的，到3岁才开始讲话，当时都以为是哑巴呢。啊，那还是我错怪他了，我当时都以为他是故意耍忽人。顾念知道，如果孕妇在分娩的时候出现难产症状，导致胎儿在产道内时间过长，出现缺氧的症状，胎儿头部可能会受到非进行性损伤。那我下次对他耐心一点，不过着急救命的事，真别叫他过来通知了。一直觉得顾念是一个比较自我的人，不爱管别人的闲事，这会儿看见他对待病人柔软的那面，
觉得很不一样。你可不要对大壮有耐心，我怕他娘盯上你。怎么回事？讲讲，万一相中我也有个准备。大壮哥的婚事挺愁人的，10里8村都知道什么情况，估计是不好找。我怕他娘把主意打到你们这群知青身上，你自己多注意点，估计村里打你主意的不少。吓唬完顾念后，像个无情的渣男，抬脚就回家了。沈小梅走后，草草的吃了口饭，就上炕睡觉。直到第二天，程春芬喊她上山，才从被窝爬了出来。顾念姐，日头都晒屁股了。是吗？昨天晚上想了些事情，睡得有点晚。他才不会承认，他就是单纯的爱睡懒觉。打了会闲唠，将院门锁好，俩人背着筐就往知青点方向走去。到了地方后，那2棵栗子树又熟了一茬，很多都掉在了地上，无人问津。真多呀，顾念姐，好多呀。那你看，快捡吧。说着，俩人开始闷头就干。哎呀，就是你昨天救的那个老太太，好了，不是被抬回家了吗？后来她又跑回来了，指着栓子他娘就骂，2个人将旧账翻了个遍。当时我们一群人都听傻了。我的天，先走还错过一场大戏，这场面实在是太精彩了，真想去车道现场看看。说到车，我最近就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才，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快讲讲，为啥呀？二柱有个弟弟，你知道吧？见顾念一脸茫然之色，他继续道：就是那个病病殃殃、脸白白的，去地里送过饭的那个男的，你当时还说羡慕脸白呢。顾念恍然大悟，我啥时候羡慕他脸白了？我是羡慕他不用下地干活。对，就是他，听二柱娘话里的意思，他小时候身体也好，能跑能跳的。有一年冬天和栓子出去玩，掉到冰窟窿里了，好半天才救上来。然后呢？3、9天在河里泡了那么久，大人也受不了啊，何况还是个孩子，救上来时就差点不行了，直到现在身体也是时好时坏的。这是受了寒，落下了病根。不过这跟栓子有啥关系？我听二柱娘话里的意思是栓子非要去滑冰。怪不得2个孩子一起去滑冰，一个啥事没有，一个掉入冰窟，可不就是恨上了吗？一边聊村里的八卦，一边干活，不知不觉中就装了满满的一筐。终于明白为啥村里的大娘们都爱边干活边拉闲嗑，活干得真是快。眼看要到知青点下午开饭的时间，两人紧赶慢赶的下山了。顾念回到家里，看见一旁的栗子，口水不禁流了出来。他好想吃板栗鸡呀，可惜没有鸡。不过他空间里还有些排骨，做个板栗炖排骨也可以。正当顾念满心期待栗子炖排骨时，就听见有人在院门外喊。这个女人正想着做板栗炖排骨吃，就遇到事了。顾大夫，我是张铁生的闺女，嫁到外村了，你应该没见过我。刚才回娘家时，听我爹说咱村也有了卫生室，我寻思过来取点药，省得折腾去公社了。是铁生叔家的呀，我刚下村没多长时间，认识的人少，不过铁生叔我认识。听见顾念认识他爹，那妇女笑容更深了。顾念将两人请进药房。哪里不舒服？多长时间了？平时用什么药？那男的可能没怎么接触过医生，说话有些磕磕巴巴。就是肚子疼，挺长时间了，时疼时不疼的，开点消炎药吃。见那男人畏畏缩缩的，女人翻了个白眼。大夫，有一次发作都疼晕了，还是去公社打了2天消炎针才好的。不过打针太贵了，我就寻思让他平时多吃点消炎药，不就好了？不等顾念说话，他继续道：咱村有卫生室，可太方便了。顾大夫你可真厉害，给村子省了多少事啊！俺家这口子也算咱村的女婿，自己人，你得开药，别人不能说啥。大姐，我给姐夫看看，你来都来了，让医生瞧瞧，不是挺好？看看也行，那你也得给开药啊，妹子。药可不能乱吃，我得先看看啥病，要是应该吃药，我肯定会给开药的，这点你放心。那妇女见顾念态度强硬，只好点头同意。大哥，你肚子大概那个位置疼，你大概给我指一指。大哥将手指在右下腹处，他一看，8成可以确定是阑尾的位置。让大哥躺在病床上，戴上手套，触摸右下腹，向下按压，明显能摸到条索状肿物。疼啊，大夫，轻点。怎么回事啊？顾大夫，早上吃药了，咋还能疼呢？是不是按压时会有抽痛的感觉？对啊，不按还好，一按更疼了。最近是不是累着了，还有些受凉？顾大夫，刚收秋完，谁不累啊？至于受凉，好像没有吧？不应该啊，难道只是累就发作这么频繁？这不科学。听见顾念的话，大姐也低头想了起来。咋没受凉了呢？你忘了，
你还跟土根他们下河捞鱼来着，忘了吗？但是我不觉得冷呀，我还觉得挺凉快的呢。几点下的河6点，我记得清楚，刚吃完饭没多一会。顾念一听，真相大白了。？6点，太阳都快下山了，可不就受凉了吗？问清情况，他可以明确。大哥，这应该是慢性阑尾炎复发了。见顾念眉头紧锁，大姐有些沉不住气。不是我说，顾大夫，你就帮我开几片药就行，怎么磨磨唧唧半天？可以，我先给你开3片，1天1片，每天都是饭后服用，不要漏服。他这是慢性阑尾炎，反复发作，吃药根本不能根治。他这个阑尾需要尽快切除，不然后续更麻烦。啊？不就是肚子疼吗？拦什么玩意？顾大夫，我们农村人不像你们城里人那么金贵，肚子疼很正常，没事吃点药就好了。那手术得花多少钱呀？他就知道是这个结果。这个手术其实公社医院就能做，根本花不了几个钱。但看见那大姐的表情，知道劝也没用，根本不听他的。那记得，大哥最近可不能过于劳累，受凉，饮食上也要注意，不能吃一些生冷的瓜果蔬菜，尽量吃做熟的菜。如果后续出现发热等症状出现，说明情况更不好了，一定要及时就医，不要不当回事。慢性阑尾炎要是发作，出现感染的情况，也是会死人的。希望事情不会到那步吧。见顾大夫说了一大堆，还没有拿药的动作，大姐急了。知道了，顾大夫，你说的我都记住了，快点给我拿药吧，我还得趁着天黑前回家做饭呢。见患者家属完全不当回事，顾念也很无奈，只好将3天的药递了过去。你们是给钱还是怎么？啊？不是能记公分吗？顾念有些无语。你俩在张沈村有公分吗？没有，不过记我爹的不行吗？我是他闺女，用他点公分怎么了？一听这话，呵呵，看来在家里都没谈拢。为了避免以后出现麻烦，拿回要取药的手。那让你爹过来按手印，我这卫生室都是谁来看病，就谁过来按手印，你不是本村村民。按手印无效，你要是想领药，就喊你爹过来吧。那女人一听，讪讪的干笑着。她这是背着她爹来的，要是让她爹知道，她空着手回娘家，还要用家里的公分换药，不得给她腿打折了。顾大夫，我爹腿脚不好，过来费劲，你就不能通融一下？都是乡里乡亲的。铁生叔腿脚一点问题都没有，前天还能提着鞋追着儿子打呢，怎么今天腿脚就不好了？这个闺女还挺孝的。那就不劳烦铁生叔过来了，我跟你们过去一趟，怎么样？听见顾念这么说，大姐脸上的笑容僵在脸上。多钱？你说吧，我们花钱买。1颗9分，3颗2毛7。啥？你咋卖这贵？是不是忽悠我呢？我这跟公社医院一个价，怎么就贵了？他拿药是有固定份额的，超过的部分也得在公社医院买。本想着乡里乡亲的，太僵了不好，要不然顾念才不会卖呢。她是白跑腿啊！这个女人在顾念这讨不到药，竟然伙同丈夫抢要跑路。大姐，你这话可就不对了，我这跟公社医院明明是一个价，怎么能说我多收钱呢？那大姐一副别想蒙我的神情。来之前我都打听好了，在你这看病不花钱，管我要钱不说，还一点不便宜，这不是明显坑人吗？顾念一听，都快被他气笑了，感情这是有备而来，还在这装听不懂。该跟你说的我已经说完了，你要是觉得贵，出门左转，请去公社医院买药。听见顾念这明显送客的话，那大姐不乐意了。哎，我说你这个小姑娘怎么回事？让你开点药推3阻4的，现在还想高价卖给我们，你有没有良心啊？一旁的大哥明显想是劝一下，还没等说话，就被大姐一个眼神给震慑住了。要是不买，就赶紧走人，别在我这耍混，我不吃这套。你要是再不走，我就只能去找铁生叔了。大姐一听，眼前这个小女娃娃还想找她爹来教训她，又想到刚才在家里受的气，心一横，趁顾念往药箱放药的间隙，用手狠狠地推了她一把。顾念腿直接磕在了病床扶手上，头迎面撞上了墙。大姐见状，不禁得意，一个外头来的小妮子，还敢跟她在这指手画脚的，真是活该。从胆边生，她对了下旁边呆愣的男人，抓起药箱，抬脚就跑。顾念缓了好一会儿，才从地上爬起，踉跄地往前院村大队走去。和要往外走的沈大迎面撞了争着。咋的了，顾大夫，你怎么？快去追，有人去卫生室抢药，一男一女，别叫他们跑了。沈大一听，这可了得，抢药抢到他们村里，这是欺负他们村没人吗？顾不上将顾念扶进屋，直接高声问道：往哪个方向跑了？我去追人。不是咱村的人，估计是往村口那边去了，把药追回来。看见顾念手指的方向，沈大一口气的跑了。张大队长在屋里就听见了外面的吵闹声，还没等出去看出了什么事，就见顾念一瘸一拐的走了进来，头上还带着些淤青，整个人看起来惨兮兮的。你这是怎么了？摔着了？被抢了。
抢啥了？抢你的人呢？卫生室里的药都被抢走了，人早跑了，沈大带人去追了。谁拿的？你认识拿药的人吗？不是咱们村的，我没见过。不过他自己说是铁生叔的闺女，但我还没来得及求证，不确定他说的是真话。张大队长一听，心里咯噔一下，要是铁生叔的闺女大秀干出这种发浑的事儿，也不稀奇。看来这事得通知村长了，毕竟铁生姓沈，让顾念在这等着，他则是快步小跑去村长家。张大队长将详细的情况跟村长说了一遍，两人回到村大队，沈村长进屋后也没兜圈子，直接问道：都丢了什么药？顾念想了想，回道：前段时间去公社医院取的药，全放在药箱里，我还没来得及往外拿，全拿走了，包括您现在服用的药。沈村长一听，脸色更黑了，要是追不回来，这损失也太大了，实在没忍住，高声怒斥道：太胆大妄为了！这是什么行为？这是抢劫，送到派出所是要枪毙的。刚走到门口的沈铁生还没等进屋，就听见了沈村长的话，脚底一滑，直接瘫坐在地上。这个孽障啊！当初生他时就该淹死了，孽障！沈村长转头看见瘫坐在门外的沈铁生，火气又窜了上来。给我滚进来！沈铁生按照年纪来说，还是沈村长的堂哥，虽然已经出了5副，但一个村住着，也算是亲戚里道。今天这事直接戳到沈村长的肺管子。不管是谁，都不能损害村集体的利益。今天这事儿要追回来也就罢了，要是有一点岔子，就等着吃枪子吧。听见村长的话，沈铁生惊惧，无视在场众人不善的目光，拉着沈村长的胳膊，苦苦哀求道：村长，可不能呀！那妮子在混球，也是咱们沈家的孩子，是你看着长大的呀。都是你给惯的，一个丫头片子，惯得不像样，在村里时就招猫逗狗，嫁出去了还不消停，非要回来霍霍村里。这孩子做出这种事，就没想到后果吗？我能原谅他，村里人能原谅他吗？你看看他给顾大夫伤成啥样了，顾大夫能原谅他吗？沈村长话里的暗示，沈铁生秒懂，他又将哀求的目光放在了顾念身上。伤了人还能赔偿，要是弄没了，可就弄不来了，毕竟都是有份额的。沈村长一听，脸更黑了，话都不说了。屋里又没了声音，就在他快要睡着的时候，外面传来了嘈杂的声音：你们这群人要干啥？别碰我，我要去公社告你们耍流氓。可惜根本没人理会他，他和另一个男人被押进了屋子。顾大夫，你看看是不是他俩？那男的头低低的，看不清脸，女人倒是扬手挺凶的，一副就是我，你能奈我何的样子。就是他俩。话音刚落，就见沈铁生突然冲了过去，狠狠地扇了这女人一个巴掌。那女人也是一脸懵逼，不可置信地尖叫道：爹，你干啥？我干啥？你说说你干啥了？谁让你去的卫生室？你还敢去抢药？你不知道抢劫是要吃枪子儿的吗？他也不明白，他和他媳妇2个这么精明的人，怎么就生出这么个蠢货，还蠢不自知。啥玩意？咋就吃啥枪子儿呢？爹，你可别吓唬我，我就是拿了几片药，我都告诉那个女大夫，让她记公分了。众人有些疑问，将目光看向了顾念。让我记公分？有人按手印了吗？要是所有抢药被抓住的人都这么说，是不是谁都可以过来抢药了？话一出，不只是沈村长，就连坐在一旁看戏的张大队长脸都黑了。对啊，谁看病拿药都得按手印，这是村里的规矩，你按了吗？我不知道这事儿，这个大夫没告诉我。那也是我让你把整个药箱拿走的吗？沈大秀一时间再也找不到合适借口，只好将求助的目光放到了他爹身上。见这情形，沈村长还有什么不明白的？顾娃娃，你看看药箱里的药缺不缺？这俩人既然敢抢药箱，那应该也能承担后果吧。趁着翻找药品的间隙，将沈村长的那小瓶药不着痕迹地收入了空间中。沈叔，别的药还在，就你那瓶没有了。沈村长嗖地站了起来，望向蹲在地上的俩人，怒道：怎么回事？药呢？沈大秀也急得站了起来，连声解释道：不是我拿的，我还没打开呢，不可能少呀。随即将愤恨的目光投向顾念，尖叫道：是你，是不是？你给藏起来了，你故意的。感受到众人的目光，顾念无奈地摊摊手：你们自己来找。沈村长快步走上前去，翻找无果后，脸色更阴沉的难看。沈大秀明显更慌了。既然有损失，送公安影响太坏，要因为是村里人就不处置，怕以后有人起了心思有样学样。村长不能啊，送公安就完了，影响实在恶劣，送公安我没意见，不过送之前是不是要把顾大夫的赔偿算了，看给娃娃伤成啥样了？
经过研究决定，需要赔偿顾念2元钱营养费，他们身上没有钱，这笔钱先由铁生家垫付。除了赔偿，村里还给顾念批了3天的病假。见没自己什么事，顾念打算先撤，回去啃他的排骨。还没走出屋门，就听见咣的一声，男人直接晕倒在地，不知死活。顾念感觉有点不对，下意识地冲了过去。倒地的男人呼吸微弱，脸色惨白。站在一旁的沈大秀觉得这是自家男人的脱身之法，自作聪明地配合起来。杀人了！村大队要把人逼死了，大队长侄子带头打人呀，人都被打晕了。边喊边用双手狠狠地拍倒着沈大，沈大也是一脸懵逼，他根本没打人。没，我们几个都没碰他俩，就是将人带了回来。沈大秀一听，气焰更加嚣张起来。就是你动手了，要不人怎么会晕了？你别血口喷人，我告诉你，好多人一起去的，你说瞎话也没用。沈大秀明显知道自己不占理，气势弱了些。谁不知道你们都是一伙的？别闹了，快送人去公社医院，阑尾炎发作，已经休克了，再耽误是要死人的。啊？怎么可能？随即蹲下，对了一下倒在地上的男人。起来吧，老杨，差不多就行了。地上的男人还是毫无反应，沈大秀有些慌乱。快，去套车，听顾大夫的，送医院。村里这边，我和沈大跟着过去吧。听见这话，众人手忙脚乱地搬人上车。很快，他们就来到了公社医院。小鱼护士，有病人要做手术，初步判断阑尾炎穿孔，人已经休克了，必须马上手术。好，我去找赵主任。说着，小鱼护士转身，飞快地往楼上奔。现在是白天，赵主任也不忙，听见有人喊手术，腿脚麻利地跑了下来，问清情况，果断将人推进了手术室，留下了外面一群人呼哧带喘地坐在凳子上等待。顾念看了眼旁边大喘气的小鱼护士，有些好笑地问道：“你怎么看着比我还累？”小鱼护士翻了个白眼道：“我也是楼上楼下来回跑了几趟，好不好？”刚情况紧急，他没注意到顾念脸上的淤青。你这脸怎么了？摔了？呵，别提了，我这一天可精彩了。将前因后果给小鱼护士详细的讲了一遍，引得小护士连连惊呼：“我帮你擦点药吧，别破相了。”不用了，这会儿都没啥感觉了，就是看着严重。见他拒绝，小鱼护士没再继续劝下去。只见他扭捏了半天，脸色微红地说道：“我下个月结婚，你能来参加我的婚礼吗？